约时间啊，3月8号上午10点，我们准时播放明镜电视专访郭文贵先生第2季自这个1月26号我们播放郭文贵先生电视专访第1集以后呢，他的这个在国内外引爆的程度这几乎无法想象据我们得到的一些数字呢，大概有3-4亿人次观看和下载了这个明镜电视专访郭文贵先生的第1集。那么呢，在这个看完第1集之后呢，很多观众一直在问这个郭文贵先生专访的第2季什么时候出来？那事实上呢，我们从第1集播完以后呢，我们就在筹备这个第2集。那么经过千辛万苦我们终于今天把第2季奉献给大家现在请我们的导播把郭文贵先生接进来。郭文贵先生你好。小平先生好，明镜电视的所有的同仁们好，所有的观众们好。这个很欢迎你第2次作为我的这个嘉宾接受我的采访。1月26号你的这个第1期节目播出以后呢，这个观众这个反响异常的火爆很多人都在翘首等待今天的这个第2集。跟你说一个真实的故事，昨天我们就接到电话，有一个80岁的老先生坐在家里，把所有的这个我们公布的对外这个直播的频道通通打开，说等了半天居然不见，打电话来问说你们到底还播不播后来我们跟老先生说我们是3月8号播送那么现在今天我们终于可以播放这一季了我想呢，这个郭文贵先生这个昨天我还看到你我可以第一次跟你确认一下这个推特上的那个你是不是你？昨天你还躺在这个医院里头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不知道你的身体是不是能够承受得了？你的身体今天感觉怎么样？还好。首先呢，今天呢是3月8号妇女节，这个日子非常的重要，我们选这一天是有意义的。首先今天这个第2集不是第2季，这个节目的播出呢，我的这个愿望呢和初衷，首先要献给我的母亲，还有我的妻子，还有这个我的女儿，还有在监收押2年多的我们的财务总监杨英女士。还有我们的这个我的裕达的国贸的这个总经理，我的侄女郭丽杰，还有这个我们的财务总监刘洪志，还有肖艳玲财务经理，包括我们现在在押的这个董事马楠法务总监，献给这些女士。同时在此呢，我衷心的祝贺所有的全中国的所有的女性们38节快乐，没有你们，没有这个世界。那么我的身体呢还算是可以，因为昨天确实出现了意外。这个本来呢，我是有一个定期的检查是定好的，然后去检查的时候呢，因为这几天实在太过劳累了，结果在现场就晕过去了，晕了1个多小时。当时我的这个团队呢，就是拿着我的手机就发了 Twitter， 事实上是想说呢，这个我不能参加节目了，但是大家呢还没敢做出这个决定。后来我醒来的时候，我说千万不要发，这个一定要上这个节目。后来呢，这个医生还是非常棒的，我身体没有问题，就是太过劳累了，然后就回来这个进行了调整，现在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脸呢确实肿了，然后呢这个一直在过去的26-7个小时吧，基本上没怎么睡觉但是还是可以，因为所有的这个推特的网友们还有这个观众们对我的这个关心和支持是非常非常让我感动的。我在此呢也必须的对这个在推特上的这个康伯乔先生赵明先生、杨建镐先生、云超先生，还有班于大爷等等所有的网友给我发来的问候私信当中，我真的很抱歉不能一一的回，这个太多了，但是你们给了我真的是在推特世界里面找到的温暖和关心和爱护，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所以说呢，这个非常非常的感谢，在此让我衷心的
发自内心的对你们再次表示感谢。好，这个郭先生，这个在我们节目正式开始以前呢，我想说几句闲话。因为我们这个明镜电视啊是一个新生的中立性的这个电视平台，我们这个人手也是新的像我也是从来没上过电视的，因此呢，这个我们在这个直播过程中呢说不定会出现一些这个错误技术性问题也可能发生一些这个技术性的故障，那么呢，请大家多多包涵。此外呢，如果我们在这个明镜电视播放的过程中呢，我们的播放被意外的因素给中断，我想大家有点耐心我们会争取尽快的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那么呢，在这个节目开始以前呢，我想给大家就是说介绍几个明镜为今天的郭文贵专访第2季呢准备的6个直播的网。那么呢，像大家可以在屏幕上看到我们6个直播网，如果哪一个网出现问题呢，可以切换到另外一个。那么我们第一个直播网呢，就是明镜火拍，这个是在 YouTube 上的。那么第2个呢是明镜脸书，第3个呢是明镜广播，那么第4个呢是明镜推特，第5个呢是明镜网。那么第6个呢是明镜时报。此外呢，有兴趣的观众也可以通过明镜电视24小时和明镜电视直播台这2个频道收看我们的节目。好了，现在我们的今天对郭文贵先生的第2季专访正式开始。那么首先问这个郭文贵先生，就是说第1集这个节目你这个火爆程度那么大的话呢，你们家里的人你们公司的人他们有没有收看你们的第1季的节目？另外就是说我在推上看见好像你们公司在北京招人，那么你们公司在第1集节目播送之后呢有没有出现一些新的情况是不是在这个期间呢，就是说你这个接受明镜专访第1季之后呢，你和北京的那边的关系出现了某种就是说良性的互动等等，有这方面的信息吗？好的，小平先生，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首先呢，在这第1季播出的时候呢，事实上有一个背景，可能是网友们不知道的，也就是说这个农历的28这个时间，我是在伦敦，我在家里面接受的你们的采访。在这个采访前的2小时吧，不到2小时的时间，我的女儿呢，在2016年12月10号是被带走的，她是在那一天，就是我上节目的前将近2个小时是被放回来的，所以当时我是很纠结的，因为我要是说上节目呢，很有可能我女儿又被带回去了，但是我不上呢，我觉得确实对不起这个明镜的承诺，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当时的初衷，但是当时你们知道我就确实上了节目了。事实上当时我的情绪是很激动的，因为这有很大的这么个背景。那么节目播出的时候呢，事实我准备的资料呢和要爆料呢，也不是仅简单那个傅振华，实际上我还是很多的，但由于那个背景的考虑呢，确实我没往下深度的报道。那么那天呢，就是即兴的讲了很多的这个那天就咱们1集说的内容，事实上那天我准备的比那个要深度的多。那么播出以后的影响呢，这个没有超出我的想象这个我认为这个应该比这个影响力还要大这个因为我知道这些内容它跟很多人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但是播出以后呢，确实是有2个方面是超出了我想象的。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咱们国家的这个有关部门的反应非常的正面，非常正面，而且在这个反应当中，我真的是可以看到，我还这么说，很多人可能是对这个国家呀、体制在海外批评比较多，但我发自内心的说，我还是认为绝大多数人是好人，而且我觉得咱国家这个不能乱了，大家全完了那就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了，这个民族就完了。第3个，我认为现在中国确实还在比较慢或者是比较快，是个人观点，但是确实在往法律渠道方向积极的在走。因为我这是播出以后呢，相关部门呢马上就做出了反应做出反应。首先对我在上次这个节目当中所涉及到的人，特别是傅振华涉及到的事儿，
就马上就有指示，特别是最高领导啊，这个我是听说啊，这个没有证据，听说习总书记明确的这个指示啊，不是批示，指示有关部门对上一集的节目当中的事儿啊进行核查啊，这核查啊，核查不是调查，核查。那么更重要的具体的反应呢，就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跟我当时有联系的人领导，那都是我过去认识这些领导，这领导都是真是20多年了，我也是听着这领导的名字，但没见过面。这领导素质都非常非常好，人非常非常正派。20几年前我就知道这些人啊。这个非常幸运的是，这位是跟我联系人是他们啊，我很高兴。2年多来，专案组一次都是用威胁的口气啊，就跟我联系2、3次。一会儿在背后，一会儿咱们后面的节目当中可以看到这实际的录音啊，大家一会儿会看到，你们会听到是怎么威胁的。那么这样的领导呢，素质很高啊，政治这个觉悟性很高啊，人很有修养，很真实啊，也非常接地气儿，很理解。在这个一期节目当中的这个问题啊，人家非常好的和我进行了沟通。那么这个一期节目当中最大的表现，最大的一个这个积极的推进是，马上在习总书记的关心下，这个专案组进行了调整。傅政华原来专案组组长，现在改成了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汪永清先生。这汪永清我不认识啊，但是汪永清先生秘书长是一个真正的学术派，是一个法律的专家，人非常非常好啊，这个非常的公正的人。然后呢，这个大连的专案组的组长是这个刘乐国副市长兼公安局长，这个他也是一个这个法律专家啊。那么北京公安人呢，基本就不让他管了啊。那么同时大连专案组也进行了具体的调整。那么当然在这个调整当中啊，专案组的人是照样是在这块有下边人被李友啊和李友这些政治局委员或常委股东买通的人，还试图掩盖、销毁证据、串谋串供。比如说你们谁也不能说关过国美，谁也不能说这个抓过这个他们公司的几个董事，没有扎脚镣手铐。比如说大家要共同的说，哎，现在这个你们要任何人来调查都不要说打他们了骂他们，这些都在有。那么但是呢，专案组却走向了积极的方向。那么更加明显的事情呢，就是在专案组的这个调整之后，跟我联系的领导人非常积极的啊，非常正面的高效的去跟我的家人进行联系，进行安慰，同时做出了一系列的决定。比如说2年来，你想想我们一个企业是吧，一个私人企业，那么我们的账户全是被封的，公章全是被封的，文件被封的，公司里边长期驻扎了10几个专案组人员，就上次我说的鬼哭狼嚎的这种情况，每一分钱的支配都要听他们说了算，大部分员工被威吓给这个撵走了。那么人家这个调整以后呢，首先第一点就是我女儿原来不允许上班，明确专案组说你不准上班，上班就把你抓回来，离京也得报告啊。然后呢，每天打报备电话啊，包括我家人都这样。那么我女儿回来了，我4个没回来，我6个还在里面呢啊，我的侄女还在里面呢，我的副总啊、老总啊、财务总监啊10几个人还在里面呢。那么我的董事还在里面呢，只有我女儿回来了。但是公司这个完全就处于一个崩溃状态，所以我给这个领导呢就沟通，我能不能让公司正常运转？因为呢，我郭文贵不会往外拿1分钱，资产你们继续查封，我不要求解封，但是把这几千名员工的生活维系下去，你得让他开支啊。还有一个，我们公司的总共欠外债大概180亿，涉及146家，我这些债主们让他给人家钱呢，是吧？那么这个新的这些专案组领导是非常知情达理的，然后呢，经过了解以后，就撤出了驻扎在盘古的专案组人员，把这个公章给还了。把这个保险柜给钥匙给了，密码给了，把档案给打开了，然后呢，正式的就是跟我女儿谈话，因为他不正式谈话，员工不敢见我女儿啊，多害怕呀。说你可以回来正式上班了，而新来的领导非常客气，很有礼貌啊。然后说你可以回来上班了，然后呢，我们都撤出，有什么事呢？咱们在这案情未了之前，你可以直接跟你沟通。然后呢，我的女儿就正式上班了，然后允许继续招聘新员工。这个然后呢，正常经营，这是个很大的一个举措，因为大家看到了我们在登出了广告，我们向社会传出了正面的积极的信息，也就是说盘古政权如果涉及法律纠纷，再依法解决就可以了。第二个，员工是没犯法，不可能都犯法，让员工正常上班。
第三个呢，我女儿她没有犯法，你让她工作是正常的。更重要，第四个是很多人家这个跟我们之间企业有债权人146家，人家是无辜的，我们应该跟人家积极沟通，给人家偿还债务。那么第五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让这些离开的员工，被胁迫离开的，大多都回家了，不敢待在北京，他们也没犯法，可以让他们回来上班。所以我们在下面打上一条，就是过去离开的员工优先回来。第6条非常关键的，那就是说，郭美回来上班，就证明了现在国家是有法律的啊。这个专案组呢，这个现在是这个过去的一些行为是得到纠正的，也给我所有的合作者和所有的员工和所有的家人给了一个积极的信心，这是非常非常正面的。所以呢，我觉得一期的节目呢，还有网友们给了我和我这个公司呢，很大的帮助啊，我非常非常的感谢小平先生。好，我很高兴听到你传达的这些比较积极的消息，你们的公司的员工的境况得到了一些改善，你们公司的金融状况也得到了一些改善。我想呢，我们下个问题就是，我想我们今天这个节目能举办了已经非常的不容易。我们呢做了很多的工作你也准备了很多的工作。下面呢，我准备进入一个比较关键性的问题。今天我要问你的就是，那么在我问你的问题之前呢，我想先给你念一个这个我们的这个网友给你留的言，这是我们在3月6号预报您将接受民进专访第2季之后呢，第一位网友留下的第一条信息。这个网友是这么留的言：第1期说的话证据还没有亮出来，口说无凭，希望第2期把第1次说的证据拿出来。我想呢这个意思呢，不仅是这位网友的意见，也是许多看过第1期您的这个节目之后呢人的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我想请问你今天怎么样的回应这位网友的这样一个问题？好，谢谢。好，谢谢这位网友。这位网友的问题呢，可能是绝大多数网友想问的问题，对，我完全可以理解这个第1期播出以后呢，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个产生了积极的这个响应，无论是从政府，从这个案情本身，还是从社会。但是我想给这位网友说的呢，这个我爆料而且我是爆料我要负责任的，而且这个证据当然是要有的。那么在过去的24小时呢，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这个今天这个准备的节目当中，第一重点就是拿这个证据。这个今天呢有3个证据爆料，其中第1条就是这个证据，就是关于傅振华先生，上次我谈到的他是否涉及腐败，是否和我有联系他跟我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然后他都让我干了什么，然后呢这些都有我们呢本来准备了这个大家看到的事情，这是本来是给民警的这个3份资料这准备好的。那么其中最重要的之一呢就是这个。那么但是呢过去24小时呢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为了使这个傅振华先生是否涉嫌腐败，或者说他的事情能够有一个圆满的结果，我们必须得和相关部门配合。我想在此呢再次重申的事情，上1期爆料以后，对傅振华先生的这个所有的涉及的我所指证他涉嫌犯罪敲诈勒索、受贿强迫我调查其他有关领导等一系列的事情，包括他弟弟的这个在里面扮演的角色。那么据我所了解呢，他是大部分是否认的所以我今天本来准备的节目呢，就是这个证据。今天有3号这个3个文件，第1个就是这个。那么但是在过去的24小时，大家可能是也看到了我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也向有关朋友和领导做出了承诺。今天傅振华的证据呢，我不要出示，因为不出示呢是为了事情可依法的解决。我也希望这位网友能理解，给文贵一点时间。为什么呢？我们的目的不是在这块儿是这个搞网红，搞演出这个博眼球。真正的目的是配合这个习总书记、王岐山书记、孟建柱书记的反腐，这对咱们这个民族和国家是极为重要的。那配合反腐，我们不是反腐的主角，我们既不是公安机关，也不是检察机关，也不是法院，我们只能是扮演着一个我们所经历的和我们知道的一些当事人提供的
这个揭发的这么一个角色。这个揭发最后的角色，揭发目的能否达到，这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法律，还有公检法的调查和这个相关部门的这个态度。那么现在看来呢，揭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啊，而且呢，这个相关部门也给我很明确的说，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呢，又逢两会啊，要想事情这个积极解决，应该不是一个人的这个所谓博眼球这个到节目上爽一把的这种态度，应该是解决事情为目的。这样的话呢，希望我希望我配合。那这样的话，我答应了。今天的节目在最后1分钟，我们给明镜送这个资料的时候呢，把这个东西拿掉了，这个目的是要一个最好的结果。我在推特上，郭文贵的这个推特上啊，我希望大家多关注我的这个郭文贵推特。刚才小平先生报了6条，没报我郭文贵推特不公平啊！你应该报我郭文贵的推特。这个郭文贵的推特上呢，我都说过，一切在看结果，一切刚刚开始，这个结果最重要。文贵今天主持的节目之前呢，我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说实在话，在9点钟的时候，我还考虑要不要上这个节目，因为我面临着3个最大的挑战。第一个，这个节目如果我不去按照规矩去办，我不考虑到整个大的政治形势和环境的话，我的家人可能真的会再被抓起来，这是很明确的啊。我确实得考虑这些问题。第二个关键的问题，我伤害了我的朋友，因为在这件事当中，肯定是很多是坏人的啊。那帮我的人是很多的，是替我说话的。如果我今天图一时兴起，然后呢，为了满足这位网友的这个现在的这个要求的话，可能播出以后，对这个事情就实行了相反方向，对我们的朋友呢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这样的话，对这个事情的解决实际上恰恰相反。第3个呢，非常关键的事情，就我今天爆出这些证据以后呢，肯定是大家会觉得很爽啊，听着很爽，能证明傅政华以及他弟弟还有他老婆这个在办案当中的腐败、敲诈勒索拿钱，这是肯定的。但是对案情可能是相反的方向，这反而失去了这个我们的目的。所以我觉得结果还是非常重要的。鉴于以上的3个原因呢，我今天就不出示这个证据，我也让民警临时取下这些证据。可是呢，我想在此呢给这个网友还有所有的网友说呢，这个文贵向你们保证，这件事情文贵一定会给他这个争到底啊！我要拿结果给你们，结果最重要。我不是在这块儿这个给你们来演戏来这个给你们直播节目来干什么的？我是要有结果的，不但对我家人负责，对这个国家负责，对社会负责，还是要对你们的承诺也要负责任。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拭目以待啊，拭目以待，看看这个事情的进展。最后文贵拿结果给你看，如果结果不好，文贵会继续把这证据会爆料出来。希望我这个刚才呢这个回答能让这位网友呢基本满意。然后今天的节目呢，接下来我会陆续的讲到这些有关这些事情。过去24小时发生的事情，我是在这是不能说的。我希望有一天呢，把我在医院怎么倒下的，还有这24小时发生了什么，这个我希望有机会在明镜电视呢专说一次文贵在第二集之前24小时发生了什么，会很重要，但是现在不能说，希望网友能原谅。好啊，这个刚才这个郭文贵先生也比较坦诚的说了他为什么展示不展示。那么我也希望就是说郭文贵先生希望的结果能够成真，在某个意义上也能证明就是说你举报的为真反正就是说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说你这个第1期节目到下面的节目，你所讲的每一件事情，大家都希望你讲的是真的。那么因此第1集之后，你说出了傅政华先生的事情之后呢，大家希望你亮出证据，这个能为你以后指控任何人的腐败呢做一个铺垫这个想你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我现在再问你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是除了证据问题以外，另外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你在第1集的时候你说傅政华先生只是你准备曝光的4支这个贪腐的官员里面的级别最低的一个，那么呢你准备在未来的一些节目里头不断的曝光另外一些就是说更高级别的一些官员。那么今天你接受我的第2集采访的时候呢，你对这个问题你准备有一些什么新的说法？好的，小平先生，
这样，这个傅振华先生呢，他真的是我这个爆料当中级别最低的啊。在昨天这个，因为无数个电话打来，我这几十个小时没睡觉了，确实有点撑不住啊，这个眼睛都闪电现在啊。但是呢，这些电话当中呢，有很多都除了劝告、警告、威胁，同时呢也有给建议的啊。有些是朋友，这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老领导呢，这个给我说的非常关键，他文贵呢。这个时候呢，要冷静啊，不要冲动。这个首先是要符合国家利益，这一点我是绝对支持的。这个又逢两会，而且呢，现在这国内的政治形势也非常之复杂啊。那么我要报的这些人呢，这个一说是4个人，还有常委，还有这个政治局呢。他说文贵，你首先这些话要负责任啊。同时呢，不要因为这个呢。对家人、对自己，或者是给别人带来伤害啊，也不要辜负了这个现在网友对我的信任。那么我想在这说几句啊，这个老领导说完以后呢，我给他吵了半天。我现在在这儿呢，跟这位老领导先道个歉啊。这个我的吵是非常不冷静的，因为这确实我是又在医院回来，然后呢这个又没睡好觉，这个迷迷糊糊的，希望理解。我想在这儿再补充一下。这位领导说的是对的啊，我可以接受。可是有一样，我昨天给您说的有其中一句话，如果我把其中的涉及到李友背后股东的真实故事，我要给他揭发出来，我深信啊，有1000万人会上街，啊，1000万人上大街游行，啊，你老领导，您刚才您在这个电话中说那句话，文贵不要天真幻想，我没有幻想，啊，我可能会天真，但这一点我绝对没有幻想啊。我觉得这个证据公布出来，一定会有1000万人上街，因为8600万党员是无法接受的，老百姓也是无法接受的。我也不希望这事情发生到那一步，但是我既然走到这一步了，我家人已经被2年来被抓起来，被关员工受到这样待遇，今天让我接受依法治国可以啊，我接受啊，而且最近有了积极进展可以啊，但是我能走这一步，我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啊。如果没这个准备的话，我也不敢坐在这儿说。首先我要说的话没有证据，我也不敢说。啊，昨天我在医院晕倒的时候，这个有人对我采取的其他的手段和措施，我也再次告诉你们，这些对我都不灵，我什么都经历过。我是这个被胡淑丽女士啊形容为一个草根儿啊，还有这个被这个俄讯这个形容为一个农民的人，我们这样的人。既是农民又是草根，连死能怕吗？我们不怕的。同时我也告诉这位老领导，我之所以说接下来我一定还要揭发这个事情，谁也挡不住我。我今天对网友的承诺，这个我有很多方式，这个 CNN 电视台、NBC 电视台、CNBC 电视台，包括日本的这个 NHK 电视台啊，这个包括其他几大媒体，没有不跟我联系的。我之所以没有去跟这些媒体去合作，原因我就是坚守了原则，中国事儿不让外国人参与，这是我为什么接受明镜的采访。第二个，我也不需要外国人去理解啊，我觉得是中国人内部的事儿，我不想走到那一步去。但是如果说真的就觉得郭文贵这些话对我就产生了威胁，那就太不了解文贵了。接下来的这个爆料我是一定要进行的，为什么要进行？因为这涉及到了国家的安危、民族的未来。啊，如果这种靠掩盖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比如说我即将爆料的常委当中，数以千亿、几百亿美元的资产，我是要拿出证据的，我是拿出的是账号的，我是拿出资金去向的啊。这东西为什么不能报呢？这更非常符合国家和民族利益啊，符合习总书记的这个反腐的这个目标啊。这个特别是这在我们的案情上，我们能看得到的是。厦门办案人完全是打着习王孟书记的这3位书记的这个反腐的这个旗号，在干着自己谋利啊、敲诈勒索的另外一个新的犯罪啊，这是有利的。当然了，会对社会产生影响，但是我觉得根本上利益还是符合这些3位书记的反腐目标的利益的。所以说我这位老领导呢，我再次必须跟您说，我不能同意您很多的观点，但是我同意您一定是中国事中国解决。然后呢，再一个。我一定会坚持爆料下去，但不会以国家为敌，不会以党为敌，也不会以这民族为敌，这是郭文贵的底线。所以接下来我还会继续爆料。小平先生，好，这个我们的这个我刚才转达的这2个问题啊，是第1季播出之后啊，
我看到的这个观众的反应中以及他们的期待中2个最为关键的问题。现在呢，这2个关键的问题我已经问完了。那么现在第3个就是说，我们今天要给你进行的专访，你准备给我们观众奉献出一些什么新的佐料？现在我想听您的意见。这个我想这样啊，这个小明先生在这个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有2个小问题，这个想在这儿说一下啊。这个第一个呢，最近我这个用了 Twitter 郭文贵的 Twitter， 大家记住啊，我给我自己做广告，多上我的 Twitter 郭文贵的 Twitter， 因为在明镜不敢说的话，可能在 Twitter 上敢说啊。接下来会有一些新的信息。这个用了 Twitter 以后啊，我感触颇深啊。这个傅振华先生这个我爆料以后，这个网上的反应是让我有2个感触吧，2个感触。第一个感触，感动，就是这个网上啊有一些真是天才呀，这简直让我太佩服了啊！这个对我这个事情的这个分析见解，还有这个写作的水平，我文贵发了推特，我自己都不好意思，经常出错别字儿，经常打错，然后呢，网友还纠正的我都不好意思，在此给你们道歉，文化程度确实有限啊。但是文贵呢是每个都用手指头写的，有时候吧，这个确实这一年光看没写，就老批字儿，老写自己的字儿，写文章比较少，现在又用手机更不写了。那么网友有耐心，让我感动，这个层次之高让我感动，还有对我这件事情的关心让我感动，还有最重要的我这个感动之一，很多在国内受害者，特别是傅振华的受害者，这些受害者呀，这个血淋淋的事实啊，这是没办法的。你比如说高瑜女士的事情啊，我是知情的。高瑜女士的事情是当时是，真是她这个录制视频啊，是因为当时这个你们明镜主持，对了，我还才想起来，是明镜在这个胡平先生家里边搞了一个节目，这是那个中国研究院举办的一次内部研讨会议。我们当时是不对外公开的，当时呢，你们这个因为和平先生他也不知道，我想你们也不知道，这个当时邀请者之一，其中就有这个博讯的创始人韦石先生，韦石是拿了个相机进去的，按照北京的指示，就偷偷的把现场给录下来了，录了很长时间，他经过剪辑以后，这个发一个版本，没有剪辑也发到了北京，在几个小时以内。北京看到这个，当然任何国家政府也不高兴啊。你在美国，你骂当时川普总统，当时他们照样来找你门上来，这很正常。但是这是个人谈话，你不能这个公开。可这是偷着来的，他录到北京以后，北京下边领导就给中央领导报告了，这高瑜女士怎么骂的呀？怎么弄的呀？哎呀，很惨。最后以其他理由就把高瑜女士给判了，一个老太太70多年那么惨。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呢？高瑜女士啊，这个实际上她被害了，她不知道。那么我在这个推特当中呢，验证了我当初的这个掌握的信息和了解的情况。这一点让我非常感动的事情，大家都很单纯，实际上都很单纯。大家在我吵的比较多，情绪化比较多。这为什么我说咱在推特上不要老情绪化？还有我特别反对推特上就讲脏言脏语，这个咱们都什么年代了，还说那些粗话，实在对孩子、对家人、对自己都不尊重。那么在这些当中呢，我看到另外一个感动的事情，很多事儿是我现在推断一个熟人没有，都是在网上认识的，包括高瑜女士，这个事情没有人跟她认识，都是网友们拔刀相助，主持公道，这个让我太感动了。这个我们这个民族被人骂的就是自私嘛、懦弱嘛，这个在这看到了，我们这个民族不是那样子的，很多是这个我们的华夏英雄呢还是很仗义的，这是一个感动啊。第二个，我这是一个感触比较不好的啊。这个我过去老看海外，咱这个因为我在海外时间比较多，看一些媒体上的关于国内的政治啊、观点呐、事情的观点呢，还是受影响的啊。当然了，你比如说这个咱们讲的法轮功的一些媒体，这个我确实，我觉得法轮功的有些媒体报道，比如说活摘器官这事儿，我觉得这就是胡闹，那完全是造谣。但是呢，我最近有个思考啊，这个我郭文贵的爆料出来以后啊，所有这些媒体都不说话了，而且骂我啊，狠狠的骂我，而且呢，竟然在媒体上有人我看了有一个叫加拿大的一个什么媒体说，郭文贵应该找美国之音爆料啊，找 CNN 爆料啊，找西方媒体爆料啊，还有人就是骂我这胡说八道。我说这个，突然间我发现啊，
我揭发傅政华，中国13亿人，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不同意的，因为这是个坏蛋呢，党内外都得这个同意啊。但在海外这样所谓的激进的前沿、自由的这个阵地上，竟然发出这个声音啊！那么活摘器官这个事情呢，我们说到了李友，这个李友的事情，现在他在换肝，他换谁的肝呢？我了解的，他正在换死刑犯人的肝。啊，他的这些盟友们、骨能帮他换的肝，我上次说了，李友换谁的肝，我们是一定要盯着的，啊，一定要知道换谁的肝。他最近这个一系列都是为这事情，但是为什么咱一直这个法轮功的媒体说这个换肝换器官人不盯住李友这事呢？哎，没人盯了，我感触颇深。那么另外一个，我非常纳了闷了，这个我说的话说的我都是事实，我负责任呐，啊，西方是个法律社会啊，我们在这里要说的所有事情都负责任的。那么包括我跟博逊的这个争论当中，一次一次的事情都是韦石先生提出来的，我一次一次的驳回了他啊！我一再的说，我说韦石先生，你指出你报道我的有一句话是真的，我郭文贵也就服了，你拿证据。如果你能指出我要是假的，那我也愿意服了。没有啊，可所有的媒体几乎没有人指证他哪句话是假的，也没有人承认我是真的。这让我也很惊讶，感触颇深啊！这个感触呢，哎呀，我是最在外国的媒体当中，我有个新的思考。过去我认为，在西方自由世界里面，每天骂共产党的、骂国家的媒体，应该更加阳光、更加真实、更加客观。哎呀，我发现国内的媒体我过去不看，现在我发现这海外很多媒体连国内的媒体还不如，那我们有什么资格去骂人家呢？去骂国内的媒体呢？这个感触太深了。包括这个国内媒体，那不可能说脏话的，那海外媒体什么话都说出来。昨天我听到了这个北京环球报替博逊一个申冤的文章，在那一天采访当中，还好是视频，是希诺先生指责我是富人，他是穷人，变成了一个环球说颠倒说他是富人，我是穷人，我欺负他们。要是环球报替他说话，让我很惊讶。大家都知道环球报的这个背景。还有博逊竟然去参加两会了，反共媒体怎么参加两会呢？这怎么回事呢？然后这些事情都给我就是证明了我以前呢所有的信息和判断都是正确的。我们很多人是被蒙骗的。说第二个感触就是我们海外的媒体啊，对这个整个的我们翻墙出来的和在海外的华人的欺骗性和影响性，远远危害性超过了国内的所谓官方媒体。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可怕的。这两个感触啊，这个我要给您小平先生说，跟下边节目有关系。还有一个，我要必须说一下这个北大方正这个事情啊，我们跟下面都有关系。我们爆料当中牵扯出傅政华先生，牵扯出下部的这些官员，都是起源于我和北大方正的这个案件。北大方正的案件呢，我是检举揭发人。我们被抓被关，这个被问几百人，那李友呢被关了11个同事，李友几乎一天没被抓啊，李友是在那个所谓的取保的状态，院里住了2年，一天没失去自由。我们的人现在还都在里边关了2年多，5罪4判啊，数以千亿资产国有资产流失没有，因为立功回家，他立功，他是一个同案伙，他不能立功啊。这个李友立了什么功，能让他5罪4年半一天不待呢？还有他的资产去哪儿了呀？钱去哪儿了呀？我们这个媒体上没有任何人去回报这事儿。就关于李友的4年半这个罪是哪一条，这个让他立功啊一天不待？还有李友这1000多亿资产去哪儿了？没人报啊！还有郭文贵是检举揭发者，那个李友是这个11个人都有犯罪。那为什么郭文贵的人现在都在里边待着呢？李友人怎么回来呢？那当然有黑手嘛，也没人报。那么更夸张的，大家可以看到了，李友现在回来以后，还在操纵着方正集团数以万亿的国有资产。头一段时间，他要用方正证券的资金，他搞了最近好多所谓的这个增发的一些概念，还搞了一些借款的这几百亿的借款。他想拿这钱干什么呢？他想买他自己的，
弟弟100%控制的公司就是保险公司，那不就是洗钱抢钱吗？方正证券是上市公司，你的保险公司是私人公司，你拿着上市公司的股东们的钱，也几十亿、几百亿去买你弟弟的公司，那显然这是违法的，那显然是洗钱的。谁让他这么做的呢？专案组为什么不管呢？那当然是他背后的政治局委员和常委的股东来起作用啊，他们要洗钱呢。那么包括最近这个股票的这个振幅动荡，这都是洗钱。这个但凡有点常识人都知道，媒体没有人报，没有人说。如果说博讯这么愿意挖料，他为啥不去报呢？那海外这个这么多正义媒为啥不报呢？财新媒体以揭发这些财经的犯罪为龙头的这么所谓的自居的一个企业，胡淑丽女士为啥不报呢？那么说到这儿，我想说，胡淑丽女士啊，曾经写过几篇对我致命性打击的文章，其中一条就是郭文贵叫权力的猎手，这个正好相反，我是权力的猎物，我是权力的猎物。我在易经就说了，为什么呢？我就是因为很简单，我有很多事情的发生，因为我是个农民的孩子，我农民都不是，我不是农民，是非农业户口，我是个穷人家的孩子。所谓的草根儿啊，我穷嘛，我爹要政治局委员常委，我能发生这些事儿吗？谁敢呢？哎，财新挖我的祖坟去，把我死去的弟弟给挖出来，把我死去的哥哥挖出来，把我祖爷挖出来，证明郭文贵血统上就是一穷人。然后郭文贵是权力的猎手，就是郭文贵这人啊，不能掺和权力，你掺和权力是猎手。郭文贵从郑州开始啊，2003年我因网友结案被抓去双规18天，18天把我吊在墙上打得我鼻口传血，也在那次双规中我认识了中纪委的人，在这之前我一个都认识了中纪委的专注于这个反腐这个方面。那么呢，关于财经和博讯的方面呢，如果跟腐败有关系啊，您说，但是呢，如果跟这个腐败没关系，我们暂时留在以后再说，可不可以？小平先生说的这都跟腐败有关系，咱往下接着说啊。好，谢谢您啊。这个，那么财新呢，把我这个说成了权力的猎手，恰恰我是权力的猎物，不就是因为我是草根吗？是穷人吗？更重要的一点，这个权力的猎手这个报道出来以后，掩盖了背后的权力的这个腐败。这个腐败是掩盖了李友背后的老板。那么财新为什么这么报道？博讯为什么这么报道？为什么不报道这个李友的背后的老板？这不就是一个腐败已经到了深层次的？什么深层次？不但掠夺利益，不但侵占国产，控制上市公司，更重要的是控制了老百姓的知情权、发言权，这是很可怕的。我说为什么媒体没有报道呢？那我想问一下，李友的第一个股东是谁呀？第大股东是谁呀？我们一会儿在这个第3稿当中，有些录音可以听得出来。对，这是我们观众最关心的，就是要报的这些腐败的消息。对，对了，咱这个要小皮先生你要有耐心啊。好，我有耐心啊。你要有耐心。现在是这个耐心还有细节，会让你更加理解接下来的爆料的这些东西。所以呢，我想说的事情，财新和博讯，我们跟他之争，严格讲不是我和财新和博讯之争。我们不存在利益，互不相识，无仇无冤。我们的之争就是2条：利益之争，根本利益，它代表着这些我要揭发的腐败人的这个利益。第二个是政治上的操纵，他们的政治老板是我的对手，所以呢，我在此呢跟这个博讯的韦石先生啊，还有这个胡淑丽女士，我们无仇无冤。本来我今天呢也准备好了。这个胡淑丽女士的很多的文件和资料，我要证明你和是李友，他是你的股东，而且在2014年，胡淑丽女士这个让李友让我代转给习总书记的一封信，原件在我这儿，我都想问问胡淑丽女士，当时你这封信是怎么给我的？你应该站出来说话。还有一个，胡淑丽女士，我从来没说过您和王岐山书记有什么关系，我只要一张嘴就被您和媒体报道跟王岐山有关系，这是一个借刀杀人、嫁祸于我的非常不好的、很卑劣的手段，我不希望在这发生。但是我要在这说的事情，我不是对你博讯和财新的，因为我揭发的下一个的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和你们都有关系，我不得不说，因为希望网友们呢，你们千万别这个
往前看的时候忘了眼前的这个重点的观点。我们这个反腐的目标是一节一节要上去的，你们一定要看到这个每一个字儿每一句话，因为接下来的爆料资料当中呢，涉及到了最起码大家可以看到的事情。我这里啊可以看到的这全部资料，我只拿出了不到真的是2000分之一啊，2000分之一。为什么呢？咱要讲证据啊，讲证据。我们要求依法治国的同时，我们自己也得讲法，我们要做事情要讲证据。那么我拿出一部分呢，有些时间上逻辑上可能是颠倒的，因为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在除了某些方面给我压力让我停止这个今天不上节目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其中涉及到的人啊也打电话希望不去报他，没办法，我们把原来准备的节目的80%都删了。那么我只希望留一点来证明，就未来就这个事情发生的事实和证据和未来我们即将报的这个料呢，它能连在一起。所以我希望呢，网友刚才我说这话呢，都能佐证我接下来要提供的证据。这个证据当中呢，是我从这个跟他本人的通话当中呢，截下来的语音在微信里边。语音呢，我们掐出来了，一段一段掐出来的，有些可能前后时间还是颠倒的，因为实在来不及了。然后呢，这个文字上呢，我们进行了个文字版整理。接下来呢，我也会把它挂到我的郭文贵的那个 Twitter 里边，让大家就会一一验证。我这些证据呢，都是证明，就是我第一集当中所说的事情和他们是有关系的。接下来要跟这些爆料的这几个目标的人，他们是有关系的。从他们身上看出来，谁是这些事情背后的操纵者和为什么这么做，这和大家要看到的这个新闻和媒体，它是逻辑上是必须的一个链接，说我们必须这么做。那么接下来呢，我现在先报一段这个关于我和吴增先生的通话啊。这个吴增是谁呢？就是我今天是3·8节呢，杨澜女士很抱歉了。这个就是我们的主持人杨澜女士的先生吴增啊，我在此呢向杨澜女士抱歉啊，我不愿意提到你的名字，因为今天3·8节呢，我的原则是不伤害任何跟我们爆料有关的家人啊，不爆料有关家人，我只是借你名字说一下。那么同时网友呢，我也恳请你们在接下来的爆料当中，你们要看到，不要在我们的这个事情当中呢牵扯任何的家人，特别是这个杨澜女士不要参与。因为我们只是用这件事情来证明谁在操纵着这个媒体打压我的目的是来掩盖这些政治局委员和常委的股东他们的贪污腐败的行为。然后同时呢，我也是按照吴增先生您找了很多朋友，你找对了，你找那个朋友是我最尊重的，我把80%的资料已经全部都撤下来了，我只留了和你20%证明这件事情的事实。然后呢，小平先生呢，我给了您这个2份资料，因为第一份的关于傅政华先生咱已经拿掉了，您现在请您播一下子那个第2个文件档，然后呢中间有些字儿我需要解释一下，需要您停一下，然后最后我再逐一的再谈到其他方面，好吗？博信发的，那个背景知道吗？你估计这个背景是谁发的？你估计这背景是谁发的？是方正那边吗？李友那边是吗？他一定花了大钱搞定了博讯，因为我已经跟博讯讲过，不要搞，我现在马上看看怎么处理这事儿。这个非常混蛋，关键他把你和马这个王八蛋他把你跟马给拖到网上去的混蛋，他们应该花了大价钱，马在北京嘛，我跟他商量一下，这事情非常棘手，因为他们已经拿了那个钱，非常难办。那个我们马上商量一下，必须把这个干掉删掉。我马上想一下，兄弟。可不可以停一下？好，我们导播先停一下，郭先生有要求。这个呢，大家看到的，刚才第一个贴呢，报道李元朝这个新闻呢，实际上他这个抬头是贴错了的。这个新闻呢，实际上是报道这个郭文贵，就是那个他转发的财新的，这个一篇文章，同时他自己有一篇文章，就是郭文贵
这个所谓的盘古会的事情，这都是来自于博讯的。我当时呢就是找了吴增先生，是有关领导啊，我要再次重申的是为什么要提下来呢？这是有关领导，为什么这跟反腐有关系呢？这是我找了3拨人当中第2拨人的大领导啊，让我找吴征的。我摆平这个李有事，说你找他，他会给你一些这个信息。我按照他的意思进行了一些爆料啊，是很多信息实际上是他们给的我，通过我给了吴征先生。那吴征先生呢，这个身份呢，一会儿我再说。吴征先生呢是这个美国护照啊，他事实上是我们国内的这个情报机关的从小培养的这么一个间谍身份的人，从他的上学到他的工作全部是这个身份。那么他是现在跟这个咱们国家某些机关呢是上下级关系，级别很高，所以这个大领导让我找他呢，因为我知道他的身份，我就找了他，我说帮我删帖。那么吴征先生呢给我语音通信当中呢，这是2000分之一吧，因为涉及到很多的领导，很多的重大事件，在这里我都不能报，我只能捡一些和未来这个政治局委员和常委爆料的一些相关的信息给大家看，请大家注意这个字和那个语音，大家认真的听好不好？然后呢，这时候就是他说马建和我的关系，然后呢，同时呢他要保马建，然后呢，同时呢代表着这个有关领导向我下达指示，同时我要求他来帮助删帖，然后呢，他同时开始找我这个有要求，请大家注意这几个细节，请开始继续。应该是李干的，应该是李干的。我正在跟他们沟通，因为他们有一批东西，我正在跟他们沟通，看能不能阻止以后的阻止。李友，我的李是指李友，正在看能不能删合伙把这个阻止，但是应该是花了大价钱干的。这个记者叫希诺，希诺是一个博讯的很长期的一个这个信息提供者。大事儿没有问题，正在按部就班的进行。媒体的事情我跟他们谈。第3件事情，这个我在网络上这负面新闻完全是造谣，说你方便面删掉，其他的我等你指示啊。郭兄，现在了解下来，我那个方向还有3篇，应该是李友这个方向给的。这个3篇集中精力，这个是打击你那个刘和刘的那个关系，和当时令马和你的关系，这事儿对马和你都非常的不利。那么现在呢，因为一般这种事儿是很敏感的，现在我跟他谈说要给钱删掉，那么这样的话呢，因为这个他愿意谈，但是这样他不愿意报，那个你要不报个价，我来帮你当个中间人跟他谈一下。没问题，吴兄，这个他真要是报了也无所谓，因为报了以后呢，对我也是个保护，因为这总是对马不太好，知道吗？对马不太好，所以说呢，这个您全权代表，什么价你来定，您说了就算，听您的，老兄啊，等您的，你一说就行，替我定就行了啊。兄弟，我还真没法替你定价，因为我问了他，对方一定要叫我们这儿出价。而且这个，所以你定个价吧，你定个价，我来跟他说。他说他接下来主要是攻马，我估计一定是给了他钱的，100%的啊，对方。什么价我真不知道，你替我做的，我真不知道，你就是把它拿下来就行了啊。好的，我叫他报价吧，啊。老兄，他现在开4个，因为1+3凑在这个200个，你行不行？请到手。这个吴兄，抱歉，我刚才我一直在电话上，这个我想了半天，这东西叫他登吧，咱不能买他东西，他已经是他反正已经写了，就让他去写去吧，没有一件是真的，纯胡说八道。你说我要买了，他以为我是真的呢。让他去登吧，这是一个。但我可以买他这个东西的来源，
就是这东西是谁给他写的，他能够提供100%的准确来源，我愿意买他这个来源，这是我的意思，吴先生。如果行的话，请您回复我，谢谢。来源他肯定不愿意啊，来源不愿意，那就随便他们让他登呗。但是我是想怎么样，想办法让后边被登，因为还得保护马。我跟你讲啊，这个说实话，吴先生，我又小熊先生可不可以暂停一下？好，那个请导播暂停一下，郭先生有话要解释。大家因为可能我这跟你有一个这个字缓，大概几秒钟啊。因为在这个当中呢，涉及到了一些性和人啊。这个涉及到性和人的时候呢，希望大家注意到这些性和人都是很敏感的啊，很敏感。特别是这个贺呀、什么礼呀、令啊，这个我要解释一下。贺呢就说的是这个贺国强书记啊，中纪委员贺国强书记。令呢就说的令计划，李呢就说的李元朝啊。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涉及到的这个大背景了，因为今天很多节目我说了，这个节目当中的背景是不能报的。那么这跟吴增先生的身份和当时他的使命是有很大关系的。大家刚才看着滚字幕，我觉得有点快啊。事实上这个当中涉及到了删帖呢，我大概数了一下，大概我要求删帖40几次吧。大概删了36、7次，那么其中有一些报道呢，就是说这个吴增的老板让我给吴增的信息，通过吴增去报的，大概我发到吴增先生的手机上的时候呢，博讯报出来有的是最快5分钟，啊，长者没超过半小时的，那这就说明了呢什么？这个所有的博讯的这个接到吴增先生的文章是马上要播的，有的删除文章大概在20分钟。有的大概在半天啊，这大家也看到了这个要钱啊，要钱当时说的是这个100万美元啊，这个还有一些要钱呢，涉及到钱的事情，我在这并没有说出来，未来我们会一步一步来吧。包括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要看到这个逻辑，这个其中的逻辑呢，因为时间点实际上是跨度很大，这个中间呢就涉及到正在查理友啊，查理友。查令计划啊，查令计划的老婆，然后呢，这个查这个说这个李元朝啊，还有查这个这样那样的关系，包括现任领导人的关系，这里面都隐喻的有，包括他保谁，其中这个提到了那个高峰局长啊，就是公安部的这个经侦局的这个政委，他的夫人呢，这个高律师呢是李友长的胡大姐胡律师啊，是他长期的律师顾问，跟李友关系非常深。那么这是为什么我们这次这个案情啊，它在经侦上来管呢，对我们是这个那肯定是不利的啊。还有一个，我觉得这里边看到这个时间和逻辑上，实际上大家网友们只要认真的去Google 一下这过去的财新和博讯之间关于令的案子、李的案子和这个北大方正的案子和我的案子之间的报道呢，实际这种关联性大家一下就看出来了，就哪一个报道是在这儿出去的。事实上，你们看到我说这几个人的很多报道都是在这儿出去的，那么这是为什么？这个报道事实上，这个所有这过去几年反腐当中的海外的备料啊，备料当中，都出自于财新和博讯，海内是财新，海外是博讯。那么这个博讯和财新的控制者，其中之一最重要人就是吴增先生。那么这个控制当中呢，大家看到了，既要我们付钱，还要让我们政治上服从。那么这个权力之大，谁能给呢？啊，谁又需要呢？啊，还有一个，大家从这个爆料当中，吴增先生的要钱，他肯定不是这个有关领导要的，这是他个人的行为，我相信。他是不是就这一次呢？是给我要了呢？他给别人要没要呢？这很多，这是为什么我们在昨天呢，有关朋友吴增先生找了我们共同的朋友，我同意关于这个事情80%删掉的原因。因为很多涉及到他家人他的隐私，同时也涉及到很多的领导啊，我都给拿下去了。但是我拿下去的这个原因呢，是看在了这位老领导和朋友的面子上。更重要的事情，我希望吴增先生呢能站出来和我一起啊，咱也可以到明镜电视做一次直播，你也拿出您的证据，你也可以这个给我论一下子。同时呢，我希望吴增先生能真正的来回答网友们关于以上这些文字啊，还有这些信息的提问。因为这是语音呢，这是不是你的语音？啊，这些删帖是不是你给了这个韦石的？韦石删帖你合不合法？
委实按照吴增先生的命令，这些所谓的这些卫料是不是真实？你为什么要又听他的卫料，又去播发，又为什么是删除？那么接下来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些事情啊，跟这个我什么这个一系列的专案组对我家庭、对我的公司采取的行动都是时间紧密相扣的。然后比如说打什么电话给法拉盛律师了，什么郭文贵在意大利遭遣返了，郭文贵杀人了，然后这个王岐山书记访美要遣返郭文贵了，习总书记要访美抢郭文贵了，这种威胁、恐吓、造谣和这些时间点都是有关系的。那是为了谁服务呢？是为了反腐吗？如果是为了反腐，要把郭文贵给抓回去，要是说把郭文贵给弄死，那不用这个手段，国家是个强大的法律体系，完全可以做得到的。我要有罪的话，那不是啊。那现在还是以反腐为名的，下面有些人在操作着，实际上对我要灭口。这是第一集当中讲的重点。有人认为我掌握了重要的资料，要灭口。所以在这个文字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啊，有一些敏感的信息，现在我不敢放，但是呢，大家能看到一些端倪，特别是从这个要钱的前后，涉及到了这些所谓过去的重大猛料大家认真的去看啊，有时候时间可能是不对的，但是因为这个音频的截发，但是呢这几个逻辑上，我希望网友们能花一点时间，同时有错的地方，希望网友给原谅。小平先生，你可以继续往下播。好，现在请我们导播继续播放。觉得他这个来源完全是胡扯的，一点价值没有。咱要是这个弄了没有用，我就确认这是理就行了，我就不想再管了。只要确认是理或者这个或其他来源，这事儿我是一定要报的，我一定要让他们搞清楚啊，这就够了。这桶脏水是非常严重的脏水，这对他极其的不利。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帮他。现在美国在睡觉，我正在想怎么办。我正在今天晚上不能喝酒了，我得想明白。那个海外网站联系上了，那个你那个，他们已经都删掉了，然后今后不会再更了，你放心吧。然后他们会跟对理不利的东西，你有什么就发给我的。吴兄，哪个网站呢？我不知道，看哪个？没听明白，抱歉。现在李勇呢是疯狂的这个在往外转钱，同时在想消灭证据，因为这个你的好朋友高峰的老婆呢帮了他很多忙，这也是我们昨天和前天才听说的。所以说本来我高峰也在我们举报之列，现在有您了，我们就给他撤掉，不举了，好不好啊？您希望吴兄你明示，是不是以后是需要高峰同志的他老婆的信息的？这个胡大姐的事儿是不是我们就不会提了？但是你得真得告诉他，他跟李友善太深了，给他干了那么多事儿，而且呢，我们可以不报了，但是他的事儿他得小心，因为那个他帮了李友太多事了，那个人都给抓了那么多进监狱了，人家都折腾了，都是家破人亡。您告诉我该怎么做？是从此关于他事我不提了，还是怎么样？不提了，他是我兄弟啊。这个贺的事儿也谨慎啊，理令没问题。明白。从现在起，关于贺的事情我先收着，到时候有啥事面说。然后那个明白了，关于高的事情绝对就不再提了，有事儿给您说，但你一定给他说，让他家人别再参与这事儿了，真的是很可怕，很多人都知道啊。然后呢，李令的事情有事儿我随时给你报告，随时给你报，谢谢，明白。你把胡大姐的材料给我一份好吗？我的高兄弟怎么参与的？事情已经安排好，转过去了，放心吧。这些信息非常的重要，你为党和国家立了大功，感谢你。他们一定会有专人的，而且我已经这个基本上知道是谁了。你耐心一些，等一下啊，这是很重要的信息。所有东西我都已经转告了。那个你耐心等待啊。
高跟这没有任何关系，高的事儿再也不要提了，在任何场合也不要提了，这个事儿会非常，我相信会有很好的结果，你耐心等，稍安勿躁啊。请小平先生停一下。好，请导播暂停一下。他什么态度？大家可能刚才看了这些信息非常的重要，你为党和国家立了大功，感谢你。这个信息呢，实际是跟那个高，因为这个信息的颠倒嘛，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这个信息呢，是这个我收到的是关于在博讯网上出现了一篇就是要报这个中央领导人的这个所谓的视频的这个料，你知道吗？这个是我转发过去的，他是说的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是已经查到了是谁的，后来证明呢说是这个令完成在海外要求爆料，说那个信息引发了一系列的重大事件。因为我们昨天这个信息啊，很多做好准备都已经废了，本来这个信息上都应该有这个原文啊，都有原文的，然后转发的原文时间，然后他的回复，包括在博讯网上出现的时间。那么说到这儿呢，我现在也必须说，就是说这个当时啊，这个包括这个希诺先生写了一个中央领导人的所谓的这些性爱的书籍这事情呢，事实上是希诺和我这个韦石他们和北京的有关领导导演了一出，我认为是对中央领导敲诈勒索这一种虚假政治新闻，导致了这个铜锣湾的事件。铜锣湾事件这件事情呢，一定会有下文的。因为我这个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需要你们看到我发出的时间啊，未来我会公布这个时间呢，恰恰的是跟他们连在一起的，因为他们在博讯上爆出这个新闻，事实上我现在怀疑根本不是令完成的。如果是令完成，他不需要让我去转发这个信息，让我转发给吴征先生以后，吴征先生通过他的这个官方渠道直达这个最高领导人，叫领导人相信这是有人要做这事情。可是这个事情呢，又跟希诺的开始，你们可以看一看，希诺先生要爆出料来，还有铜锣湾要出这个书，跟这个时间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说今天呢，刚才小平先生您刚才说跟这个博讯的事情和财新的事情，这个不要说，我可以理解，但是我要告诉你的事情，他的事情已经不是他的事情了。就这个新闻里边已经可以看得出来，高度紧张，但是高度配合，还有时间高度契合，相差有不超5到10分钟啊。这个先通知我，让我去查这信息，然后再通过我的手机转发给吴征先生。吴征先生以最快的时间又查出了这个 IP 地址，然后又向中央报告。所以我今天说的其实就是很重点，大家可以看得到的事情，这跟过去的一系列的政治事件它是相辅相成的，这跟这个过去这昨天24小时这个发生的事情是相辅相关的。就是过去24小时，我非常惊讶，就是我们做了个错误的决定，就是明镜这个电视直播为了满足咱网友的要求，提前公告了，结果现在导致了很多人提前进行劝说、攻击和威胁，其中就包括了这个，我看到了韦石先生的力量，我看到了吴征先生的力量啊，这种力量既在美国就在我身边，也在国内，各种这个关系，各种这个力量都来了。那么跟刚才这个爆料是有关系的，这个里边这个文字呢，大家认真看，所谓的那个时间，你们可以上这个。我未来会在我的 Twitter 郭文贵这个 Twitter 上会公告出来，我会语音都挂上去，大家可以好好听一听，我也会把那时间给你们，和当时博讯的报道的时间和财新的相辅相成的时间，就他俩，其他媒体都没有报道。接下来和这个所有的铜锣湾的事件的查处，这都是有关系的。后来铜锣湾事件发生了，希诺先生的当然他书没出了，可他却拿到了这个海外的很多的钱，啊，这是非常可怕的。这是为什么我现在要说呢？吴征先生在这个当中呢，我没有说出来的事情，我希望吴征先生，我希望他能听得到。我郭文贵还愿意和你交朋友，我希望你把给他们钱的事情，咱们俩要做个了结。你要不说，我就一定把你证据剩下的那80%全公告出来。如果你说了，你给了韦石的钱，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做朋友，我不再报道那80%。可是你说出来这是为什么呢？不是韦石，不是希诺，是你们背后的老板，他们为什么制造了一起的这个敲诈最高层的政治事件，导致了这种国家的错误的行动、灾难的结果？那么这些领导是控制了谁，影响了谁？这是我第一期当中一直在说的。我不认为
习总书记、王书记、孟书记知道事情的真相，这些真相就在这些事情掩盖当中，而且随着时间已经过去2年了，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刚才我播放的这些视频，还有这个音频，还有这个文字，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是100%是真实的。我已经在纽约的警局做了公证，我在这个相关部门也做了公证，我可以拿出我的原手机接受任何人的检查。那么另外的这个80%当中提到的有关领导的细节，我在这没有公布，因为涉及到太多的现任领导了，这个公布以后对他们也不是那么公平，同时也违反了我对朋友和领导的承诺。那么但是今天我播出这个时候，我希望网友能看到这些重大事件的背后跟你博讯财新，我不是对着你们来的，我是要对着你们当时的后台老板和金主来的。特别刚才说的那些删帖啊，这个发帖呀，它都是一个人控制的，而且跟这几个重大事件，所谓的这个令完成事件啊，还有李元朝的这个海外房子的新闻，还有这个令计划的妻子和他的新闻，还有一些涉及到现任领导和过去领导的一些新闻，这都是有关系的。我今天在这不一一详说，我是为了兑现我的承诺，但是我希望吴增先生我们高度配合，把事情说清楚。如果你不配合的话，那我接下来我一定就告诉你，谁说清也不行，我一定会报的。请小平先生继续放。好，谢谢郭先生这个澄清。然后我们的导播继续播放下面的这个文字资料。如果说他不删，我有个处理办法；他要删，你给我个态度，好不好，吴兄啊？老兄，这2个事儿全报了。鲁这边已经收到那个老安的这个函，他会跟进，按照程序做。兄弟，我正在积极的想办法，必须给马搞定。兄弟，我已经不惜一切代价把马哥的让他们全部删。刚刚谈好条件，他们全都同意了。我们必须保护他，必须保护他，保护他。停一下，刚才郭先生刚才讲什么？我没听见。对。刚才那个就是有一个这网上的删除，卢部长他什么态度？这个打错了，这个是卢伟的卢，因为这全都搞乱了这2天。OK， 是卢伟的卢伟部长，因为还有很多涉及到他的还没有报啊，在以后再说吧，好吧？好，谢谢。请。就是保护你，老弟，我成功了，把马呢全给他删了。老兄早上好，我把那个成功的虽然没人阻止他出来，别人掏了钱也没办法，但是把那个有关马的全给他删了。老兄，你提供的最重要的材料，谢谢你。请大家请停一下好吗？停一下，老兄。停一下，对。在这个地方大家看到了，就是这个。把马的全部都删了，这个中间涉及到了很多这个马建副部长的这个新闻啊，这个事情是2年前，2014年12月12号到15号之间和17号发生的事情。今天我只提供了这一部分啊，这个时间就是这个时候，那时候马建部长还没有这个出事呢，有关马建副部长和我的很多的负面报道接二连三的是从博讯出来，当时呢是吴增先生是以这个拯救马建副部长的身份出来的，然后呢并承诺马建副部长不会有事儿，马建副部长是忠于党忠于国家的，所以说呢我就跟他一直在配合着说这事情。可事实上呢，现在已经证明了这个马建副部长就是他们给搞进去的啊，所以说这个吴增先生的重要性是很多网民是无法想象的啊！这个从头到尾他都知道马建副部长他会进去啊，而且呢这个导演了这个捉放巢的这种游戏，然后呢 A、B、C 角全都他演了，同时跟傅政华先生他们有了很好的密切的配合。2014年的6月份啊，这个马建副部长在这个西边钓鱼台那个附近有一个他家，突然间地下室的仓库着火，浓烟滚滚啊，浓烟滚滚，具体的这个地点我不太记得了。着火以后呢，这个他的家人呢曾经找我说赶快，因为马副部长不在家，去帮他救一下火。后来说已经来了救火车，说着火的5分钟内来了4台消防车，然后在地下室扑火，
指挥人员是谁呢？就是傅振华先生啊，他冲进去了，把这个火给灭了。当然了，这个火灭的同时，地下室的所谓的东西也都被傅振华先生一一拿到，包括听说还有这样那样的东西啊，我的细节不太清楚了。这个事情今天我在这个文字上没有出来，这个文字呢，因为涉及到也是其他领导，是傅振华先生一手导演的。后来在跟他们通话当中，我才知道啊，从那时候已经是开始调查马建副部长了，而且这些人是配合的，所以我找了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的人呢，既是互相的这个斗，同时他们有共同的目标啊。那么在这个刚才这个吴增先生这个通信当中呢，其实你看到提到了马建副部长这个删文，他说要帮马建副部长，所以说当时找博讯呢，我真不在乎是我的这个文章，我就是很在乎说不要因为我牵连马建副部长，我当时还很天真。事实上呢，恰恰的就入了吴增先生的圈套。在我要去找他为马建副部长删文的时候，就给所有的中央领导一个印象，郭文贵和马建副部长的关系非同一般，所以说必抓郭文贵，然而更加坚信了他们下面的报告，郭文贵和马建有巨大腐败，有重大信息在郭文贵那里。所以说今天往回看呢，确实这是一个策划了非常周密的一个这么让马建副部长还有其他领导让中央领导相信的一个腐败的共同团伙的这么一个阴谋，然后把我和他紧紧的连在一起。所以说从这过程可以看，这些文章和这些信息呢，不是今天所说的跟博讯和财讯什么关系，他们是被别人操纵的一个用外打内的一种手段，一个工具。我郭文贵也是，我们都是小角色，所以这里边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里面都藏着这种的内涵，这就是我今天要把这个拿出来的这个目的。请接着放，小平先生。好，导播继续放。对，不掺和对了，摁住一切媒体各方面的行动，等待组织者中央统一部署、统一处理。千万谢谢。你了解他的任何假护照和其他名字的身份证吗？你把他能够有的假护照和其他名字的身份证，任何的信息马上给我，兄弟快。也在北大博洋嘛，另的亲戚姓亲是谁？从哪流到的？有名字吗？楼层他们没有搞清楚，他妈的。保安下边的保安打回了他们的家，说他们属于北大管，要领导指示。这个时候北大区的一个领导协调就在他们的那个当。大家看到说的北大这个保安呢，这个北大这个保安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事实上是什么？吴增随时在告诉我这个去抓李友啊，这个到北大抓人。那一天晚上很热闹，这个傅振华先生亲自带队，带着这个上百个特警到博雅酒店去抓李友。李友那天跑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很戏剧化，因为这个当中呢，这个吴增是代表这一波的。傅振华先生是代表另外一波的，其实是我找的不同的人当中的两拨人。那么我了解整个现场的情况，然后呢，李友先生跑了，然后他的女秘书这个怎么着？因为本来我们准备好的有现场的录音，为什么有录音呢？这是傅振华先生给我的啊。这个录音当中呢，涉及到很多上层领导的这个信息，这些录音呢是挺可怕的。然后呢，现在我就不摆着播了。因为这证明了什么呢？就是抓李友这件事情是这几帮人给我的一个承诺，这个事实是存在的，而且这个事实之间事实上都是一回事儿，同时也暴露了李友和他的背后的这些老板之间和这些人的背后的政治斗争，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未来呢，我相信这个网友们逐渐的会把过去发生的事实和时间点跟这些我提供的语音和信息都会连在一起。那么由于咱们第一段今天不能播，就跟它的连接性没有，我必须在这儿给大家说明，这个时候所谓的北大保安跑了，都是当时实况的让我知道的信息。同时最后呢，在这个李友被抓的那个房间里面呢，大概有6个录音笔啊，6个录音笔。这个6个录音笔的语音呢，我们这都有。这个中间李友怎么跑的，然后什么人被抓的，抓了以后是什么表现，都说了什么，我们这都有。以后的时间我们会公布。我相信网友听了那些大家都没有任何的这个防范的这些录音呢，可以把这些关系连在一起啊。请继续。
好，请继续。有23人半个小时，他熟悉地形，不是从哪跑了。他现在不在哪儿，哪儿没有？现在的那个执行团队哪儿？说不放人，这不行，这人就要这样把人叫出来。现在人在哪儿？魏人在哪里？你有他的电话吗？他怎么可能跑得掉？你放心吧。我有他电话，我马上发给你。知道了。你认为什么原因？我觉得他们的这几篇文章对他的打击一个很大的，幸亏都被处理了。我认为他们做的坏事，他们肯定知道他的这个关键证据，他肯定知道，证明你厉害，你找到他的核心，他不一定知道，你知道，你知道吧？所以呢，这个不一定是证明我们内部有人，就你的内部有人给他弄，因为我们这人，连我都是今天才知道，所以呢，你的内部查的是不是有人跟他们通信，这不说没有可能。领导不知道这个具体细节的事儿，所以不可能在领导周围有人，领导周围不可能有问题。是另一个那个是古和张是从现场跑的，还是从什么地方跑的？他们是从博雅现场跑的吗？2天后行动，兄弟，过完节你把视频准备好，时机快到了，兄弟。过去2周是 L， 明天全面安排，你再给我发一遍，这个过来是空的，明天全面，圣诞一过全面安排。哎呦，国庆网已经登出来了，你看看焦点头条。好，这个你刚才要的这个文字文件已经播报完毕。好，谢谢小平先生。这个我每次看的时候，我也是这个看一次我激动一次，因为这些经历呢，实际上每一刻都决定了我和家人很多人的生命。这不是一个电影，也不是小说。我们有时候可能看的时候，有人会忘掉了这个角色，这每个字儿都牵扯了背后的很多政治人物，而且现在已经发生了事实，跟国家的很多重大事件都连在一起了。我想说到这的时候呢，我想这个再次重申一遍，这个吴曾先生的身份呢，这个是大家一定要关注的。博逊呢，这个他的角色是一定大家要关注的。我看到了这个海外的这个很多推友们，在我郭文贵的推特当中呢，提到了很多事实，事实上跟博逊都是有巨大的关联的。这是为什么？我不是对着你韦石先生和博逊来的，你们也明镜呢，也不要老是因为你们要回避这种所谓的竞争来不让谈这个事情，因为这跟你们这个媒体界没关系，这是不是媒体的问题，不是假新闻和新闻的和真新闻的问题，它事实上是一个政治事件，它是个政治操纵，它决定了很多人的命运。可以在这个你可以看一看中国的几大事件，这些年不就是这几件事吗？都跟它有关系的吗？这哪件事和你这个博逊没关系呢？哪件事都是有关系的呀。这些有关系的不决定了很多人的命运呢。就像那个很多人因为这个被抓了呀，我在这不能一一列举，太多了我知道的事实。现在因为很多文件我不能出具，都是带着很多红头文件的章，我一出去就被人抓住了，说我什么非法持有国家机密，是不是？我都不能说，我只说跟我有关系的。那么这些事实呢，都是影响了很多人的命运，而且这个不是个媒体报道，这是一个被政治上绝对操作的置人于死命的这么一个工具啊！这是比法治还严厉的行动。法治讲程序呢，这不讲程序，直接就把人给灭了。今天所有的当事人，我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事呢？这当事人的这个过去的2年的经历，我现在想起了很多，我是很后悔的，我很难受，因为我的家人呢，这个在里边关着，我的员工在里边关着，我们其中的员工这个传出话来告诉律师，告诉郭先生，这个我们在里面虽然很受苦，
但是呢，我们没有害人，啊，我们没有犯法，我在里边待着没问题，好好学习。但是这什么话我都听进去了，但是说我没有害人这句话呢，我很惭愧，我非常惭愧。这今天为什么在这节目我要说呢？因为我现在发现我过去做的事情，由于我个人的私心私利，啊，害了很多人。这是发自内心的。今天我要讲的小平先生，因为这个我现在在看这么多信息的时候，因为我要上这个节目往回看，我每次看的时候，我都是每个字儿每句话我都很惭愧，有很多啊，比如说当时我就为了跟李友的这个战争的胜利，啊，我就人家让我干啥就干啥了，这个干啥的时候就是为了要赢，这个要赢的结果实际伤害了无辜，啊，伤害这个无辜的这个代价。这个痛苦只有当事人知道，特别是我的家人、我的员工遭受这样的待遇之后，你去想想，人家这些家人，人家不痛苦吗？人也痛苦啊，因为这个操纵者是吴增先生、韦石先生和财新的胡淑丽女士，这几个人连在一起，就是导演了一出出的这大戏呀。这些有的是真的，但有的是假的呀，啊，所以说这个伤害呀，哎呀，我这是很愧疚。所以在播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我非常的难受啊！我希望所有的过去由于郭文贵的自私啊，由于郭文贵的角色的错位，导致很多人受到伤害的。郭文贵表示道歉，同时呢，我也愿意啊，我希望有机会我能当面向你们道歉，我也愿意承担一切责任。我相信轮回和报应。我郭文贵的今天呢，遭受这么多挫折，我发自内心的说，这也是报应啊，这也是报应，因为文贵为了个人的利益之争啊，也让很多人遭受了我同样之苦，所以说我相信这也是报应。所以我现在要尽可能的去挽回啊，我觉得我要去想办法把坏人啊给检举揭发，把这个傅政华先生，把这个下一个的政治局委员常委们，还有背后的这些黑手们检举揭发出来。为此我愿意，我已经做好了准备，牺牲我自己，牺牲一切啊！我郭文贵呢，这个家人和公司，在这个专案组几百个警察、上万次警力啊，这个纪委和公安联合这个出手，这个河南的这个专案组组长是河南政法委书记徐甘露啊，这个公安厅副厅长这个吕耀春是这个专案组，大连市副市长是这个刘乐国，北京市这个当头两天处理中纪委大楼老兵围的事件是这个鲁局长啊。卢良栋啊，这什么良栋这个局长啊，这么大的动静对付郭文贵，那肯定不是一个案件的问题了。那么这些案子到今天，大家可以看得到的事情，是背后的有很多的政治的黑手，而且呢，因为这个呢，我也确实做了很多的错事情啊，所以呢，这些接下来我要检举揭发，我要继续这个举证，也是挽回我对这些第三方或者善良一方的这种伤害和损失啊，我不仅仅要为我讨回公道，我要为我自己报仇，我要保钱保命，我也希望我能我的行为和我的下一步的行动能使更多人能把自己属于自己的钱拿回来，能让更多人保住命，要回公平，这非常重要的。还有我觉得刚才那一段里边大家可以看到当中，这个很多人会问，到底吴增是什么身份啊？我一会儿在下第三段当中，大家可以认真的听啊。第三段啊，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当中，证明了吴增的身份。这是2014年12月12到17号刚才的录音整理，到2015年1月10号到12号之间的时候，我事实上已经到了这个纽约了。在这之前，我是在那个伦敦呢。这是为什么韦石先生呢在网上晒出什么我住这个一个什么岛是什么希尔顿饭店，我可以向大家出示，我那时候在伦敦，我是1月12号啊到达了这个纽约，在纽约呢我接到了吴增先生啊代表中纪委和专案组向我宣读的几项命令啊，这个几项命令里边呢有很多信息，也可以证明这个吴增先生的身份啊，大家可以认真的听一下。接下来呢，现在可以把这个放一下这个第三段。好，谢谢我们导播，请播放郭先生要求放的这个第三段。同时专案组会对你
和你儿子郭强。这个时间是错的啊，这个时间是错的啊。好。专注于将你在国内的各项资产情况和各种行为已经初步的查清。第三，抓你家人主要是因为他们已经触犯法律，涉嫌犯罪。也是因为你迟迟没有回来配合调查，才对他们采取了强制措施。如果你配合调查，考虑家人马上回家。好。向你重申，我现在我就告诉你，这个刚跟你说的，向你重申，你在历史上有重大贡献，对你说的4项承诺仍然有效，保证你的安全，希望你慎重考虑。就这4项承诺具有权威性，希望你考虑。明白，吴兄，谢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好，谢谢组织。你一定要慎重，听我的，你的判断是错的，但我现在说啥你不信。我信吴兄，我肯定信，我肯定信。你不用信我。我告诉你我的心里话，我告诉你。你这样做的事是轻者痛，仇者快。我不会做那种事，亲者痛的事不会做的啊。但是这回挺好，这回组织上把我家人不都抓了吗？把我家人都审审，看看我们家人有什么事儿，这是一。第二，看我资产有啥问题，都去了解了解，挺好。我特别，既然如此了，这么大的动静，这个事儿他早晚一天都得有个交代的，这一定得有个交代的。那么大的动静，我们人打成这个样子，连那刚来上班的11天的小孩子都打得鼻青脸肿。我那个二哥子都60多岁，他傻乎乎的小一个字都不认识，你们在机场给抓了。我老婆根本就不用说了，那根本不管，这不是说名都说不清楚。我女儿根本不掺和我的事情，那你想想这有啥关系啊？有啥关系？这事情吴兄，做这样的做法有什么用啊？我这么给国家这么在做事情啊，这个时候这样对我家采取这种措施，我啥也不跟你说，我就告诉你，我只告诉你呢，就是说，我们的4项这事儿完全可以解决，我们的4项承诺绝对是有比的，你放心吧。好，你的这一份新的这个文字证据我们已经播送完了。这样，小平先生，这个播完这一段的时候呢，我相信所有的网友和您都能得出了一个结果，就吴声先生的真实身份和他的权力和能力之大，还有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还有他和博讯之间的这种关系，而且呢，我希望大家上网看一看这个有关这个吴增先生和这个财信的这个胡淑丽女士的关系，大家就可以知道了。就是吴增先生是代表着国家机构啊，而且是代表着国家的政治机构啊，这是绝对的领导，他不是这个打酱油的，也不是说中介，而且呢，在这个当中呢，他扮演的角色呢是非常有角色力的，而且很明确。在这个过去发生这些事情当中呢，他指挥着这个海外的很多这个华人媒体，他是实际控制者，同时他也有大量的财富啊和决策。这也是为什么呢？这个我们头2天和这个美国纽约的有关的这个司法机构呢，我们这个刑事指控博讯在海外，他90%的员工都在海外运作，他收钱啊，收了钱去哪儿了？账号在哪儿？然后呢，再一个就是他的资金来源和资金去向，这些事情呢，都跟吴增先生有巨大的关系，因为这些吴增先生给他提供的财富和钱，他肯定在美国他没有纳税嘛，那肯定是偷税漏税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财信和博讯之间，他俩不可能靠网站来维持着生活，他经济上不够，他资金来源是哪的呢？那么这个是跟我们这所有爆料的事情都是有直接的关系，这些不是我们的目的。我再想说一遍，这些事情的背后就是有要灭我们的家族、灭我们口的。你可以看出吴增先生口气之大，如果我不听话，就让全家灭亡，啊！
2年前要发红色通缉和2年内要发红色通缉，这是很多次，口气用词和博讯之准确和蔡新之准确几乎一字不差。后来的一系列的报道，这个阶段性和节奏都是按照这个来的。所以说，这个吴增先生在执行了一个让我全家灭口，把我全家绑架，海外3绝，就是绝掉我的信用，绝掉我的这个所有的资金，然后绝掉我的朋友关系的这种使命，那对我这是一种绝对打击。那么我想说的，博讯的韦石先生，在你报道我的这个负面新闻，特别是出来之后，在2015年7月6号，我在香港的股票，也就是我在 UBS， 我们买这个股票是海通香港证券股票，我买了大概很大的一个股份，但是我其中一个基金，因为我是董事，马上被 UBS 斩仓的当天我赔掉18亿美元。后来由于继续这个事情，你的负面报道导致了我另外的基金被清除，我又赔了大概12亿美元。我这2天的时间，我赔了30亿美元。所以说，刚才小平先生您说这个我是不高兴的，你说不要说博讯和这个蔡新，你这是很自私的，因为他给我造成了实质性的伤害，而且这几乎是灭顶的伤害。任何一个人赔掉30亿美元，只有跳楼。事实上，我们的2个基金经理就是想跳楼，这被我们给制止了，而且有2个人现在几乎属于疯癫状态啊。但是呢，我们还撑得住，这是为什么？因为吴增先生懂金融，他知道我买了这个股票，他知道这个报道的负面新闻将对我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不但这个时候，专案组的人还到了这个我们的股东啊，其中一个我一个国家的这个王室跟我的投资基金的多个人去找到人家，说郭文贵是犯罪分子，是坏人，在同时爆出了这个博讯和财新爆出这个假料，然后这个时候股票被抛售，任何一个人那都是灭亡的。同时在香港的房子被建设银行马上无条件收回，然后最夸张的事情，我和我儿子还有我家人，我的侄女，我的哥哥在海外的账号100多个账号1天之间全部被查封，全部被解除，而且都不能用了。这个打击是非常非常之大的，这个用言语是没法形容的。我希望网友们去想一想，这种感觉是哪个人能承受得了的呢？不但如此，非常夸张的，我的所有的这个合伙人当中，集体当时都来问我，还好后来都证明这是假的，因为它100%是假的，可是造成的损失无法挽回。那么这实际上是配合了一种政治上的阴谋的谋杀，定向谋杀。我还是坚持过来了。那么除了账号金融封杀、资产封杀，这个名誉这个封杀，还有政治封杀，我的家人在里边关着的同时呢，大家也知道员工被这个强迫离开，我们北京的所有的账号，包括我们的这个美金都被这个查封了账号。我郭文贵在过去的15年，我今天可以在这块儿，我向所有的网友们保证，在公安查了我2年之后没有任何犯罪情况下，我再向你们承诺，郭文贵没在中国大陆拿出来1分钱。不要再说郭文贵从国内拿钱了，我没拿出1分钱，是我往里拿钱。郭文贵可以说，中国哪个老板敢拍着胸脯说没从国内中国人身上往外拿钱的，我都往里拿钱。即使我的公司被查封的时候，大家看到了我们那个保险公司贷款，那个平安保险是我汇进去了5亿美元，做这个美元现金担保，我们偿还了8年贷款期的农业银行36亿贷款，而且我提前5年我就给还上了，而且是我拿美金现金进去的，同时账上还有10几亿人民币也给查封了。是郭文贵的钱都是在海外赚的，我在海外赚的钱，如果是违法犯罪的话，这2年的负面新闻早把我给抓起来100次了。所以说我郭文贵没赚我们中华民族人民的钱，我没在国内赚钱，我都是往里投资。可就是这样，吴征先生还有李友先生还有韦石先生、胡淑丽女士把一个权力的猎物形成了权力的猎手，让国内没有朋友没有亲人啊。就在这个3天前，搜狐网站又爆出了一个郭文贵的这个所谓的裕达帝国的黄金故事，这都是这些人处心积虑的负面报道。
坦白的说，国内的资产我早已经打算放弃了，我也向有关部门保证，绝不会把任何资产往外拿。如果有关部门需要，国家需要，马上拿走。我郭文贵现在就庄重承诺给你们，没有问题。但是某些人要抢，要归入到个人腰包，郭文贵是绝对不答应的啊。那么吴增先生，我刚才播放了咱们当中通话的部分的这个微信的通信，事实上我就是要证明，我和博讯之争不是一个假新闻和真新闻之争。韦石先生你做了什么你也很清楚，希诺先生你做什么也很清楚，你把两个完全跟我不认识的人录制了视频在这个海外点击几万，但在国内转发超过100万，这是事实啊！我们在这小节上不和你争执。那么我造成的实际损失已经发生，我们可以在这块未来可以举证。那这是为什么？请韦石先生和希诺先生和吴增先生和胡淑丽女士，请你们谅解，我跟你们无仇无冤，我没有兴趣，也没时间和你们斗，我也不愿意跟你们斗，我只是要找出幕后的黑手，给我郭文贵一个公平，给我一个公道，然后还我在这个事情当中的一个事实。包括我刚才说的，因为这件事情也影响了很多善良的人受到了伤害，我深有同感，这也算我郭文贵赎罪的一个小小的行为。那么非常的希望呢，你们几位呢不要以个人恩怨来看这事情。关于博讯的事情，我不再和你韦石希诺有任何在 Twitter 上和在其他方面的说，咱交给美国的司法机构。你有没有收钱？你有没有在海外账号？你是不是中共派来的间谍？然后你跟吴征先生之间这些交易是真是假？然后你国内之间你是什么样的身份？都美国政府会给你答案的。我们已经报案了，不仅仅是民事诉讼，你千万别忘了，我报的是刑事的案件。我再次说，从今天起，小平同志刚才很不礼貌的、严厉的斥责了我，这个我不太高兴。这不是我和你们明镜和博讯媒体之争，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我们要还它的面貌，对你对我都负责任。我从现在起宣布，跟你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胡淑丽女士，我们的故事刚刚开始，我一定会专门有一天，我要把胡淑丽女士所有的事件，我要好好的说出来，因为一定也要还个公道。这是今天我觉得刚才吴增还有这个博讯韦石希诺先生和胡淑丽女士的一些报道，这个真实身份和过去一段争吵的一个结束的点。但是胡淑丽女士的事情刚刚开始，现在我先说到这儿，小平先生，请您指示。这个郭先生，你刚才说了很多啊，你也放了很多的这个视频、那个文字资料以及声音资料，你一再提到，就是说这些针对你的一些行动，有一个政治阴谋，对不对啊？对。你也提到是有一些人在后面在那个搞你，好像有这意思。那么我们观众可能非常想知道，你认为这个政治阴谋是谁在操作？你能够给大家解释一下？很多网友也问我这种问题啊。对，这恰恰是我们第3集、第4集、第5集、第6集的爆料。我的计划呢，我已经在 Twitter 上公布过。这个郭文贵的 Twitter 上我得做广告，多上我 Twitter。一定比较胆小，这个我说一下，我很清楚啊。我觉得在16个月以内吧，我们会逐级推出。这个咱们现在这个信息量已经很大了啊，这是一个。第二个，你们也必须得理解，我的家人都在国内，员工都在国内现在都回不来，连离京都不行。那么同时呢，这也需要中央领导呢有一个过程的一个认识，对这个信息我的揭发举报。这是个国家，这是个重大的国家机器，那不会因为文贵你说2句，说人家领导来看不看都不知道。那就关注了，就去查谁的，不可能的。它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个时间。我们操之过急，反而适得其反，让小人得了逞。他们希望我们犯错误，希望我们做疯狂的行动。就像头一段韦石做的那么多疯狂行动，恰恰证明了他的这个慌张和恐惧。那我们不能这么做。接下来呢，就会揭发所有这些人背后一级一级的说，因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政治局委员是这件事的重要黑手。这个人这个权力之大，那这是了不得的。那么牵扯的事情，那也是无法想象的。再往下呢，就是到了这个常委了
这个常委呢，现在呢，和这个政局委员绝对对我们习总书记、王书记啊，这个孟书记是绝对是欺上瞒下的。我再次的说，希望网友们你别骂我啊，这个我是说心里话，我绝对支持习总书记、王书记、孟书记的反腐。为什么？只有他们反腐，这些人才能被查。靠我们揭发材料，那谁去查他们呢？谁能去查呀？按照过去来讲，这些人永远不会被查的。只有习总书记、王书记、孟书记这仨人有这个胆量，有这个勇气，他有这个魄力。所以说，他们仨这反腐，咱们支持就是支持自己。同时，我们要揭发是什么呀？他们怎么骗他们的？他们怎么在这个事当中指挥到下面的人欺上瞒下的？那么现在经过了2年啊，逐渐露出水面。我们现在呢，给北京的这个机关呢一些时间，同时我们对这个中国现在这个积极的走向依法治国，我一定要有信心啊！我们还要支持，这是我们最现实的。咱们中国现在你说搞什么都有点不现实，但我觉得依法治国是必须是现实的。我觉得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扮演一个比较冷静，别那么自私和比较这个配合性的角色。比如说，我原来我就很自私的在里有的事情操之过急，导致了刚才看到这当中的很多局面被人家利用，这个很多当事人也被害。你比如说这个李元朝先生的这个东京的房子，那纯粹是胡扯的事情，有关联，但不是他的啊。未来我们可以说，那么同时呢，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有些人也被抓起来了，那都是造假的，包括马建副部长的事情，那很多都是造假的，包括财新这个都是处心积虑的讲的这些人，那证明现在肯定是假的，我们都是被利用的工具。但这事能是人家习书记、王书记、孟书记能做的吗？那肯定不是，这是下面人的这个整个的跟这些坏人的一个共同的操作，一个阴谋。我们接下来呢会把这一一的拨开。那么小平先生你也别急啊，这个网友们也别急。我代表网友表示他们的一些意愿，你有什么意愿？你可以继续说。哎呀，不是，就是这个阴谋啊，针对你的阴谋啊，我想很多人想知道这个答案啊。刚才你还提到提到李元朝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你说这个关联性啊，我倒想问你一个关于关联性的问题，就是在你1月26号接受民进电视专访之后呢，那个肖建华先生马上就给弄回去了，你觉得这2个事件呢有关联吗？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关联性，它是个必然的啊。我跟肖建华先生有合作，我跟肖建华先生这个是老乡，曾经我们也这个有过很密切的交道，我对这个本人呢还是比较了解的。肖建华先生呢这个比我稍微年轻一点儿，但真实年龄实际上比我大，那是假的年龄啊。这个我找他本人当时就核实过，他没有否认。我说你这个什么15上北大胡扯的事儿。你比我还大啊，他也基本上认了。肖建华先生的这个事情呢，它是个必然现象。我再次说，大家可以过去几年你们看一看习书记、王书记、孟书记的反腐它是一个周密的计划从我18大开完以后，我就这个从各个方面上判断，我认为跟我判断没有什么错误。而且我惊讶的是肖建华先生是这么晚被带回去了。那么他是早晚的事情，因为他不是一个企业家，他是一个今天所说的影子银行、影子金融。什么叫影子金融影子金融就是合法的诈骗牌照他跟李友之间是有相同之处的。他李友也搞了10几个金融牌照，这个肖建华也搞了十几个几十个金融牌照。什么叫金融牌照呢？金融牌照就是说，A 借给 B，B 借给 D， 就是之间的一个金融链。所以肖建华先生当我的面说过，文贵你搞不大。因为你的金融链子不够长，你要想搞大，必须有几十家，然后呢，谁也搞不清楚，看上完全独立，实际上都是你的。说他有3000多家公司，他说我都记得章我这一墙上3000家公司，那章都在那记着呢。他是一个实际上有合法的诈骗牌照金融公司，这是任何国家不容忍。我还真不认为他有多大的这个政治背景关系。说实在话，如果国家反腐不查肖建华先生，这对不起这肖建华要知道别骂我，那是不现实的，因为他控制的王国10几万亿人民币，然后呢，他一个实体没有。你像我裕达、我盘古、我证券，还有我的这个海外基金，是我一分一秒每天工作18个小时，那盘古证券都是我一砖一瓦盖起来的。
很多中国的企业家都很不容易，都这么辛苦的。肖建华先生从来不干这事儿，天天打电话带着一帮女保镖，那这个不是实业家，这个影子银行这个国家的伤害那是很大的。所以说我认为呢，即使他是不管习书记还是哪书记都会查他，这没有太大政治背景，但是确确实实他跟很多的官员家属有了巨大的联系，因为他旋绕嘛。肖建华先生不像你们说的那么节目那么严谨，生活中他很孩子气，见面就是讲哪个领导的孩子、领导的家属，然后比如说这个舒荣已经被抓了，我敢说两句，他到江西去和李友 PK， 李友已经搞定了，拿江西的信托牌照、江西商行牌照，然后呢快签约了，肖建华出现了，找了舒荣的老婆和舒荣，那马上几小时改变，成了他这个肖建华的了。他没有什么这个太深的城府，或者说替官员保护，他旋绕啊，他到哪都旋绕。然后呢，再一个他全社会都知道他是干啥，社会这个都知道。由于他说这么的话，很多人也怕他，很多人也跟他有了关系，也苦于说别出事儿，保护了他，这都存在。包括他现在跟我要揭发的这些下个的几个目标的关系呢，都有很深厚的经济利益。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我希望我的揭发材料呢和揭发的这些证据和人物呢能配合好习总书记和王书记和莫书记的反腐，而不是说我是反腐，我不是反腐，我是支持反腐的。而且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呢，中国的反腐有了巨大的成效，我希望我能成为正面的这个力量。包括肖建华先生曾经跟我说过的，他本人最佩服人之一就是习总书记啊，他很佩服。他也很佩服王书记，他很害怕王书记。再一个，他觉得中国政法界出来孟建柱书记，他认为这个公检法的风气这些年有重大改变。他说他待在香港海外，其中重要原因主要是害怕这几位领导的这个确实是来真的干真事儿。在这个被抓之前呢，他实际上是要离开香港的。由于他有几个大家都知道的几个新的上市公司，他要操作，他想操作完再离开。那么最后他是被带回去了。事实上啊，我没有评价的权利。我跟肖建华个人感情，我感到很惋惜。但是他所经营的事业，他即使我亲哥，我也说，国家把他带回去，这是必然的，对社会的金融和稳定是有好处的。希望这个肖建华先生的团队和家人别骂我。如果我郭文贵干这种事了，在哪都应该把我抓回去，不抓回去是国家的问题。因为你犯法了，因为你犯罪了，那个金融我太清楚了，那都是假的嘛。像李友这人被抓了，为什么呀？他从来不赚钱啊，他没有实业，他全都是说白了就是拿着国家执照的诈骗人物，经济犯罪。只是李友现在又一次逃脱了，想换心肝，但是接下来李友他一定伏法。我深信中国人啊，有咱们的法治上确实需要建设，但事实上中国在法治上，在过去历史也证明了。可能晚一点早一点，只要你犯了罪了，早晚一天一定会被抓起来，谁都别有侥幸心理，这一点我还是有信心的。OK， 好，这个郭先生，我已经问了你很多了，今天时间很长了。这个本来呀，原来我们准备让那个网友给你提一点这个火爆的问题啊，让你这个说一说。但是呢，你这个身体昨天受这个不太好，今天已经讲了2个小时，所以我呢，这个对你这个专访啊，我就不准备再往下问了啊。那么呢，剩下的问题呢，就是说你要揭露这个政治阴谋这些东西呢，我们希望你在未来的节目中呢，满足我们网友的胃口，好不好啊？小平先生这样，因为网友呢，刚才我看了我看几眼，我推特上已经满了。对，你可以问我身体还没问题，我身体非常好，只是这些天造太厉害了，压力太大。你可以问几条问题，这个我回答一下好不好？我回馈一下我们的网友好吗？这个如果要这样的话，我要请我们的导播准备几个他认为他想回答问题，对，他想回答问题，我们挑几个问题啊，对啊，我们请这个郭先生回答。在这个我们的导播把问题挑好以前呢，我给大家再给我们自己做一个广告，就是说这个如果今天呢有网友没有机会观看我们这个明镜电视专访郭文贵先生第2集这个直播的呢他们可以通过下面的这些频道来观看我们的节目
啊，现在呢，请我们的导播呢把这些相应的频道给大家展示一下。第一个频道就是明镜火拍，第二个呢是明镜脸书，第三个是明镜广播，第四个是明镜推特，第五个是明镜网，第六个是明镜时报，第7个呢？好，第7个还有郭文贵先生的这个，刚才郭文贵说我偏心啊，那么我再给他做个广告，你只要上推特，你打郭文贵先生啊，这个中文3个字儿，你就能找到他的推特。这个说实在话，郭先生，原来我不推荐你的推特，在什么原因呢？就是我根本不知道这个推特是不是你本人的。虽然我也在你的后面跟个贴，但是我只有今天才逮到一个机会跟你核实这个推特是不是你的，所以呢，你也别怪我。对，对呀、谢谢小平先生，是我的，是我的。谢谢。对呀、如果你这个，因为当初我就记得，我说郭先生有一个叫郭文贵的人在推特上出现，那个朋友就问我愿不愿意，可不可以跟踪？我说你可以跟踪，但是我说我不确认那是不是郭文贵。那当然，因为他们以为我采访过你，就跟你有什么联系。那么我今天再告诉你，我现在当场跟大家确认啊，那个推特是郭文贵的，这是郭文贵先生亲自告诉我的，所以说你们到那去跟踪郭文贵先生的一些消息。那么这个推特吧，我知道最近是相当活跃，你才入这个推特多几天啊，你的推又搞了1万多个粉丝了，是不是这样？我记得啊。而且你经常在对你经常在上面发布一些这个雷人的东西，所以说呢，观众有兴趣了解郭文贵先生的这个信息的啊，大家也可以看，包括他昨天在医院这个打吊针的那个照片啊，也是在上面出现的。因此呢，那个上面郭文贵先生的一些消息啊，确实是比较及时的。但是也像他说啊，错别字比较多，希望郭先生错别字稍微改一改啊。这个是一个抱歉，小平先生，谢谢你花那么多时间给我做广告。现在没见过你小平先生，没见过和平先生，我心里是挺不高兴的啊。这个这么长时间了，小平先生和我已经成了这个很多人熟知的人物，竟然未见过面啊！我请求这个您和和平先生啊，有时间接待我一下，我们一起吃个饭，喝个酒。这个我的推特上呢，这个说了很多话呢，我再次向网友说，向您说。我保证每个字，我都负责任，都是真实的。我深深的知道，我在推特上和在这说的一句话只要是假的，我就等同于自杀。这个很多我的敌人和对手都在等待着机会让我犯这个错误，就是包括头一段时间所有的事情，我就是想证明给网友，郭文贵说的话哪句是真，哪句是假。到现在我还是那句话，如果有人证明我是假的，我愿意负一切责任，我愿意负更多的责任。所以那个郭文贵的推特是我的，还有个感恩郭文贵也是我的，这2个都是我的，因为我几次被人家给黑掉还关掉，然后呢我又恢复了，我备了个小号。那么在这个短短的不到20几天的时间，我已经有15000个这个关注我的人，我很感动，我很珍惜。我希望有更多的这个信息呢，在明镜不害怕的，在明镜害怕的情况下，我在推特上说。刚才的这个您就怕掺入到这个博讯啊、什么财讯啊、同行的竞争当中，不存在啊，这个不存在，所以我是推特还是比较重要的，希望大家都高度关注啊。好了，现在这个我们导播已经把这个想问你的几个问题给我弄过来几个这些问题呢你看情况办啊。第一个问题呢你不是说要讲一些常委和委员吗？政治局的常委和委员吗？你今天为什么不讲？这第一个问题。对。因为你们看不到我的背后啊，背后除了有一个鹰之外，可能还有好几杆枪。这几杆枪呢，是一个无形的枪啊，虽然不在我背后，但是确实我能感觉到这个枪口的这种随时可以让我消失在世界上的这种力量啊。这个希望网友理解，为了我们的事业，反腐的事业。和真正的反腐最终达到的结果咱们呢给我一点时间和耐心，一定会讲的，只是时间的问题。而且我还是那句话，一切刚刚开始。然后这些证据我的这个反腐的最重要的就是靠证据，这些证据都会一一出来。
那么现在我们从第1级到现在只有1个月时间，我们距离19大还有10几个月呢，到明年的两会还有10几个月呢。我觉得真正的我们这个反腐的这个有收获的结果啊，会在明年的5月份以前会有重大收获。配合好习总书记、王书记和孟书记。另外一个呢，这个我们这个揭发的傅政华先生刚才我已经说了，这个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啊。有些话我在这不能说，因为说了不负责任。所以说呢，大家别着急啊，这些文贵承诺的事情都会用结果来给你们，我要回复你们答案，好不好？好，这个你也会知道观众最想知道是什么问题，所以说第一个问题问你也就应该不惊讶。那么第二个问题啊，你在节目中啊已经点到了霍国强的名字，他跟你是什么关系？他的儿子贺锦涛先生是立德科技的老板，是北大方正证券的这个重要股东之一啊。今天我们本来有李友的这个一些这个大概很长时间的音频，我们也撤掉了啊。其中就提到了一段时间，就是这个一个叫张展的，张展是贺锦涛先生的，就是贺国强书记的儿子的这么一个代表啊。他呢这个多次的在2014年12月份的时候，和李友和魏希余力开会当中呢，多次提到就要弄死我啊，要弄死我，打死我。这个其中呢就提到了给博讯这个一开始他们是没跟博讯有关系，说博讯报道李友的负面新闻，然后呢他们说要搞死博讯。后来呢，就这位贺锦涛先生的老总呢，就说他们已经，找了过去的帮章子怡小姐打官司打赢的那个律师事务所，然后呢，已经给了他钱3万美元一次，然后呢，这个时候就有个转变，接下来呢，就是说，就开始讲到了，比较可怕了，就要打死郭文贵，弄死郭文贵。那么这个事情是很可怕的，因为我听的是实际的录音啊，下部我们会再公告出来，因为这事牵扯到了贺锦涛先生了。这个贺锦涛呢，我希望你要能听到的话，你要记住，我和你无仇无怨，你没必要打死文贵，你也没必要弄死我。这个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背景，我今天没有说您细的，是因为我尊重了我的原则，配合好这个3位书记的反腐。但是你要打死我和灭我家呢，这是我不能接受的。一，我没得罪你，我也没犯罪，就是犯罪得罪你，那有法律有司法系统，你也没权利打死我。还有，我再次跟你说，我没有揭发你贺锦涛先生，是我给了我朋友领导的面子，这位领导我特别尊重。本来今天我是有惊天雷之说的，说实话，我要能公告了你贺锦涛先生的这个证据，我保证在24小时内有1000万人会上街，会把你给活吃了，啊，包括你叔叔贺老三，啊，这个钱财，这个是你要不信，你要认为我这个今天污蔑或诽谤了你，我希望你告我，或者说你可以直接发信息给我，咱们单独来一集关于你的事情。今天我听了领导的话，我不说你的，但是我绝对不希望你再跟李友一样陷害我的家人，陷害我的员工，还有在海外通过你这个黑道，这2天了几个黑道的这个人物给我打电话威胁我，包括威胁我的家人啊，我也向有关领导报告了。如果这些所谓黑道的，郭文贵就是不怕黑道了啊，这个像昨天一样，使用这种卑劣手段，我在这就不说了。你跟我玩这个实在是太小孩子气了。郭文贵是草根出身，农民出身，不怕死。所以说如果你再想掩盖，你再来做，那我没有办法，我只能给你开炮。我不想和你这个战争，但是贺锦涛先生，你对你的言行和对你所作所为，包括你那些钱财，你都要看好了，你要负责任。现在我在此告诉你，贺锦涛先生，你那些队伍不要再对我下手，你再开始骚扰，再可以行动，那我就不客气了。好，下一个问题呢，也跟这个霍国强有关系。看着这个霍国强成了这一集的一个中心人物。这个观众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薄熙来的事件是不是一个巨大的阴谋陷害的？后面是不是跟霍国强有关系？哎呀，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我无法回答。谢谢网友，不知道。文贵在推特上讲过话，小平先生，我只说和我有关的事儿，我只说我知道和经历的事儿啊。你比如说高云女士的事儿，我知道，这是这个，因为我当时2013年我看了这一段东西，我看到了是伪实偷拍的，然后发给北京，然后陷害，把这个高云女士说的这个有妖魔鬼怪，那简直是可怕极了，最后导致那样结果。我知道我就说，包括这个其中有一个这个叫杨建镐先生拿出傅政华先生那个视频啊，那个停车场竖战刀的视频，那个事儿我知道，那么我就可以说，包括他这个视频，
委实是让那个谁叫那当时的温云超先生给放的，那他是嫁祸于他，这是我也经历。但是你说人家何国强书记和这个回家时，我真不知道，所以我不能说。谢谢这位网友。好现在呢，我只能说是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了最后一个问题呢因为这个在今天的这个第2季采访中呢，这个展示的证据材料中涉及到李元朝的名字听说他要被抓你能不能证实他会有些什么问题呢？我跟李元朝先生打过交道，我和这个在我离开北京之前，我和这个美国的我公司的2个这个金融顾问是2个美国的参议员，也是李元朝先生的好朋友，专门这个到他的办公室有个很正式的接待我跟李元朝先生这个也有正面接触。当时美国的这个代表团呢，把我放在了第1位，就是放在了 VVIP 的第1位上。我坐在那儿的时候呢，我李元朝先生一眼都不看我这个人家就提出来说，中国的这个年轻人呢，这个在中美之间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郭文贵先生呢，这个是中美之间一个重要的桥梁而且呢说头2天在这个美国国会山，这个郭先生在我们的餐厅发表了一个很好的演讲，然后呢这个特别是关于中美之间的关系做了很多积极的贡献，在经济上做很多贡献，讲了好多。李元朝一眼不看我然后呢就把眼睛甩上一边，直接就给别人说话去了。我就很纳闷了，这个李元朝先生怎么对我这么反感呢？那么在这个访问当中呢，李元朝先生讲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政治上的语言吧。我对李元朝先生那次这个见面呢，我是有很多感想的。第一个，我说实在话，中央的这几个领导我都打过交道我都当面打过交道。我的感觉很不舒服一假大空，2我认为对我这种小人物没必要这样做。我想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李元朝先生对我是这个反感，我是知道的，是跟过去的刘志华的事件呢是有关系的这个他曾经在多个场合说过，郭文贵的刘志华事件实际上是给我党带来了负面的作用。每个人都想录个视频想把领导给搬了。还有更夸张的，他竟然公开的说，郭文贵这个视频是因为把郭文贵抓了因为这个视频呢，这个对我党的威胁性是长远的，听上去很有道理。但是这就是我所说，我在国内因为我想跟人家腐败，都没人跟我腐败，因为这个视频事件没人搭理我了，我基本上官场的臭屎一个。那么他这个说法在官场上一下子就没有人接近我，也没人理我。这也是为什么我很感谢马建副部长他虽然管我，但是最起码他还接触我，还帮我，当然也防着我了那么这个话影响是很大很深远的，因为当时的中组部部长而且是看好那个常委但是对我这个伤害力是深远的。那么还有一次，李元朝书记呢，这个当时的部长这个在一个场合上和几个官员说，评价了我这跟刘志华的事件呢对我非常负面，特别是还说令计划这个主任当时建议是把郭文贵和刘志华先抓了，说令计划主任这个建议是对的应该把郭文贵给抓了。说他花很大的篇幅他都讲我这个坏话甚至要把我弄一死地。所以说在这个我要说的是，当时爆料李元朝先生这个听领导指示报他事件的时候，实际我是很积极的，因为他当时对我这个伤害是很深远的。但是我今天必须的说，有些爆料从目前看是假的，是真实，我也是被人家利用的，我必须负责任。不管他是什么好人和坏人，我还是像第1集说的话，贪官不是一生下来都是贪官，贪官也不一定都是坏人。而且呢，李元朝先生他对我是有仇恨的，我这个当时有点小人之心，我也付出了代价。但是李元朝能不能被抓和李元朝是否被双规，郭文贵无权说，也不知道也不清楚。还有一个我想跟小平先生在这要说的事情呢，这个刚才我播发的这个第2和第3这个信息里边有大量的实际上信息，我真诚的希望网友们呢从里边能总结出很多很多的这个关键点出来，跟过去的这4年来很多重大事件实际上是有关联的。因为在这我不方便说，我相信接下来我们在第3、第4、第5、第6的第集当中呢，会有很多的细节和证据会爆料出来，而且会跟我们第1集和第2集呢连接在一起。
那么现在呢，我觉得北京呢，因为我们这个本身这个案子的问题，还有又是个两会期间，还有一个这个很多事情的本身需要我现在冷静，需要我有这个更加的高度来配合。同时，我认为一个郭文贵的个人呢，这个反腐的力量是渺小的，必须和国家和这个3位书记做好配合，才能达到效果。而现在让这书记和有关这个机关呢，掌握更多的事实上有说服力的犯罪证据，这是有用的。那包括下一步很多几个人啊，政治局委员，刚才您谈到了很多人，我不方便说，实际上我们想爆料是跟他们是很有关系的。那么可能是根据事情的进展，我们会突发的和民警，我希望啊，民警还咱们的合作，有第3集、第4集的时候播出来。现在我说出来呢，是对整个一个是对我的朋友和领导不负责任，还有一个对我们这个案子的本身也不负责任。那么最终还是要看结果，还是要看实现我们的目标。鉴于此呢，我也希望网友呢能有更多的耐心啊，更多的时间。我们才1个月，我们还有更多的时间。然后呢，我昨天你看到了我这个身体上确确实实，这是最近也这比较糟糕的时候。今天虽然2个小时的直播我精力还是非常好的，这个恢复的非常好，就是因为我对这件事情充满了信心，我对未来的这个反腐这个角色我充满了信心。还有我特别需要的事情，我希望网友给我更多的支持，我需要你们的支持。然后呢，我觉得小平啊，还有和平先生，还有所有的明星工作者呢，这个你们也不要害怕，文贵的这个检举揭发和反腐爆料呢，都是为国家好，为社会好啊。这个我也尽可能的去让大家都满意，而且呢，最重要的是要真实有用，这是最重要的，诚实是最大的这个武器。然后呢，我觉得明镜的这个媒体呢承担了很多的压力啊，这个对我希望这个所有的爆料给你们带来压力表示道歉。所有的网友，你们所有看到的听到的，希望都记住，对未来对文贵呢，以我说的话和我做过的事对文贵做评价，不要听说也不要这个道听途说，我用事实来回报大家，这是文贵发自内心的。路还很长文贵已经做好了各种准备，希望能获得所有网友和有正义感的朋友的支持。这个郭先生啊，刚才我已经谢幕一次，但是我被网友们骂了一通，说我问你问题问的太少那么现在你可以再问我可以再问。好，我只要你允许我再问。那么这些问题呢，下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还是关于贺国强的。就贺国强有几个儿子，你能预测一下贺国强会被抓吗？我知道了，贺国强先生他书记他有2个儿子，一个贺锦涛，一个贺锦雷他能不能被抓，那我真不知道。但有一样是可以肯定的这个我刚才说了，因为跟我没关的事情，我确实不能说。这个贺锦涛书记的事情，我也不想说那么多。贺国强书记的，但是贺锦涛的事情，他是跟我有关系的。这边方正这个事情，最近李友他拼了命的这个，因为他要换这个犯人的肝，肯定是要这个背后的政治势力来介入的。那么专案组这些人呢，好几帮派这个帮跟开始我说的专案组的人员，这个订立这个攻守同盟，是因为习总书记关注了，习总书记不可能接受这种事情的。然后呢，王书记和孟书记肯定也关注。据我所知，孟书记非常的生气因为他是政法委书记你下边就这样的办案，这是国家国法不容许的，而且是这个天天打着习书记、王书记、孟书记的这个名声。这个里边他一定有贺国强书记或者是贺锦涛先生的他的影响力在里面，因为他是利益相关者嘛，他一定会通过各种办法影响。你看大连专案组对我们这个员工的这种摧残和打击，它不符合法律程序，它也不符合人道，当然不符合中央的反腐精神呢。习书记、王书记、孟书记一再的要依法反腐，依法反腐，一再强调。那么他们打着依法反腐的口号，那么再干着这种完全违法犯罪的这种行为，这个背后的故事，我相信会发展的会很快，而且呢会逐步的会露出水来。我相信大家拭目以待吧，会有一些事情发生的。这个问题呢是贺国强的儿子，你这个儿子里头的人你都认识谁认识多久了有什么具体的事例吗？
哦，一个人我不认识。都是因为李友的事情，因为李友跟我一见面呢，本来今天的这个音频里边都有，就李友给我见面，包括我们合作成功以后的当天，他说他要这个定向增发200亿，那不就是洗钱了吗？我拿了120亿，他当天就给我兑水兑200亿，他就是提到，这个立德科技啊是这个小贺的这个公司，如果你要不去配合这个，那就弄死你，家破人亡。事实就是说的是他，你知道吗？那么后来就是在这个李友的这个录音当中啊，这是傅森华先生提供我的部分录音当中，还有傅老三提供当中提到了，就是他的贺锦涛先生的叔叔叫贺老三，这个还有他，还有李友多次提到，就是对我的威胁呀，包括后来的一系列的举动啊，跟他们都有关系。因为今天我承诺过向领导不再说这个事情，我就不再细说，当然跟他们是有关系的，这是个相当利益关键方。好，这个还是关于霍国强犯的这个问题。关于霍国强的是，霍国强犯的事主要是利用他掌管的中纪委干了什么事，有更猛的料吗？本来有，今天我已经说过了，我就因为不能说啊，咱可以问问其他问题。好，这个问题呢，你被认为是战神啊，战斗的战神，那个神秘的神，战神啊，你为什么那么牛啊？你有人说你是习王的枪手，你如何解释？这个首先我要能成为习王孟书记的枪手，本文贵，我相信我说话很多人骂我将非常荣幸，非常荣幸，我这个誓死这个去干这件事去，因为我太恨腐败了啊。但是呢，本文贵没有这个荣幸啊。实际上这个说战神这个名字啊，这个是谁呀？是胡淑丽女士给我说出来的。胡淑丽女士啊，这个到现在我没读懂那个字儿，什么发迹一什么母啊，那个就是我是连狗都不如的穷人嘛啊。还有一个就是挖我家祖坟，然后说我是把我是个权力的猎手当成权力的猎物啊。这个都是胡淑丽女士给我封这个战神。什么叫战神呢？战神当时大家都以为战神是挑战国家公权力，挑战中纪委，挑战习书记、王书记、孟书记，这就置于我死地嘛，嫁祸于我嘛。然后呢，就新的白虎堂事件，就让你侮辱白虎堂。然后呢，有权力的猎手把我一下子这个推向了所有权力的这个对面去。这个胡淑丽女士这个水平之高，这个阴险至极，超出想象。但是呢，大家说我是习王孟书记的这个刀手啊，大家去想一想，你看看博讯在报道我和财新报道我的时候，郭文贵和郭伯雄，这个很搞笑的郭伯雄，郭文贵和周永康，郭文贵和令计划，郭文贵和谁，几乎就差了我没有郭文贵和毛主席有什么事了啊？这个郭文贵几乎跟所有人都有关系。那我必须要问一下，战神为什么在2003年抓网友就是先把郭文贵用这个上百个武警给从机场带走，带到武警招待所，吊在墙上去打鼻口传血，没查出郭文贵任何腐败来。战神那个没查出腐败，最后咋又用郭文贵了呢？还用了那么长的时间，后来又跟刘志华战，跟刘志华战是我愿意的吗？几乎全家灭亡。那跟刘志华的事情证明了刘志华是坏人呐，他是腐败分子，他被抓了，我没被抓呀。但是所有谈到刘志华事件的时候，都认为郭文贵是个坏蛋，我比刘志华组织还坏，这个是很搞笑的事情。就郭文贵就是老百姓穷人不能和官方斗，这个老百姓不应该说胳膊拧个大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哲学。郭文贵怎么干这事呢？我有选择吗？我有选择，我会这么做吗？所以这个战神呢，实际上是挑起了以刘志华事情为借口，完全是本末颠倒，邪恶和正义的颠倒，把我推向了权力的对方，实际上让我无法生存。还有一个战神更阴险在哪里了呢？让这个王书记还有孟书记、习书记觉得我这个是个坏蛋。你看看这个所有的网上的报道当中，几乎所有的腐败高官都跟我文贵要牵在一起。是谁能控制到媒体？包括我说3天前搜狐网上就爆出来，哇塞，好长一篇文章，是搜狐的网的郭文贵的什么裕达的黄金帝国，然后环球报本末颠倒，然后颠倒黑白，记这个博讯的说话。还有你见过一篇关于郭文贵的正面报道吗？郭文贵在北京盖了200万平方米的房子，没有贷款的，没人贷给我款，
因为刘志华事件。我裕达国贸，我是1991年，我文贵才20岁的小伙子，我在那花了3亿多美元，竖起了到今天为止最高的楼。而且裕达国贸现在我养了1000名员工，我每年赔1-2个亿，而且在河南这个地方，我是竖起了标杆。可是这20年来，我每年赔1-2个亿。河南省委省政府、郑州市委市政府给过我1分钱的优惠和政策吗？有过贷款吗？我在河南的发展都是抬高加利，5分钱和10%的利息，后来一都还了。在这次查我们的案子当中，我的侄女、我的财务总监还有我的老总还在开封被关着，而且是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是专案组组长，对我公司的摧残无法想象。我一直想把裕达关了，把盘古关了，因为我担心啊，这员工压迫太大，把这个弄着火了就麻烦大了。但是呢，有关部门呢都不同意啊。实际上我也不负责任，按照专案组的意见，把他俩公司关了不就完了吗？几千个员工下岗，我也不用往里赔钱了。但是我深信呢，这个反腐呢会给带来希望，也可以让我们把这事情解决。那么这个战神的这个号呢，是对我的扼杀呢，通过一系列的行动当中，文贵不是这种战神，一个老百姓，我能做什么呢？我都是被逼无奈，只是很多人被逼死了，他没说话的机会，我只是斗胆在这说话。所以说，中国需要真正的依法反腐、依法治国，这是很关键的。这也是我站出来，我希望我给我家人带来的风险和我所有资产带来的风险和我本人带来的这种生命危险，能真正起到一点积极的作用。文贵不是战神，我希望是实在的在反腐当中，能使中国的依法反腐和依法治国能有一点进步。上面这个问题啊，你一再提到刘志华这个案件啊，刚才前面你谈这个李元朝的时候，也提到刘志华这个案件，这个网友就提了一个关于刘志华的问题，说刘志华被弄进去，是不是你提供的被录制的淫乱录像给他搞进去的？这个问题啊，这个问得非常好，小婷先生，这个你每次问的问题都很关键啊，这个我文贵非常尊敬，也是明镜电视呢，这个确实是很公正。很有水平，能和你们这个上你们电视，我非常的荣幸。你代我向和平先生和你们所有的员工们和您，真是表示发自内心的尊敬。你问这问题实际上很有代表意义。当时啊，刘志华事件啊，这个非常有代表意义。那也是那一届政府当中是真心想反腐。这个刘志华被举报的事情，他已经多年了啊，因为他管着这个城建口，而且刘志华先生呢是非常的粗鲁和嚣张。而且完全在我们没有任何参与的情况下，就把盘古的当时的这个项目呢，就给收归所谓这个收归国有。事实上他依法收，实际是假的，背后操作。这个操作呢，就给了他的情人，通过了那个当时叫首创吧，刘晓光先生，给了他。他也跟多家地产商商量过，包括当时收湖的潘石屹当时一看到这有甜头了，就冲上来了，也很想把这个项目给拿走。后来听说呀，潘石屹的先生的这个老婆张欣很有这个正义感，这位女士很有水平，阻止了这个潘石屹干这件事儿。要不然这个事可能不是刘晓光拿走，就是给了那个潘石屹了。那么后来刘晓光接到刘志华这个任务以后呢，找过我们当时的总裁，就是原来公安部的一局局长林强先生，找他说过，说这个刘志华呢，副市长叫我们来接这个项目。希望你和文贵呢不要跟我为敌，我是没办法，我是接受命令。后来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没那么简单了，因为这个事情是个抢劫嘛，我就开始到处投诉，特别到中纪委到中央。这个时候呢，中纪委的领导跟我接触的时候已经很明确，他们查刘志华已经2年了啊，而且说你这个事呢是有帮助，但你就提供材料吧。就像我们第一期说的一样，我提供了照片、文字。但是呢，领导说不够，要视频，我逼的没办法。实际上大家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啊。关于这个事情，我希望真的明镜啊，有时间可以专录一集，因为中间确实很多的事情发生很多，又是这个暗杀了，又是车祸了的很多这个事情威胁。那么2年的时间，我在北京啊，花了2年的时间，这个才找到了刘志华先生这个有关的视频。这个视频呢，肯定是他被双规的关键证据，我一点不会演啊，一点不会演。但是没有这个视频，他一定也会被双规。所谓的这个战神也好，什么也好，也是替刘志华先生报仇的其中一个手段。特别是啊，这个您提到这一段的时候，
大家好好看一看，刘志华先生被双规是6月6号，我记得，我对时间数字从来没什么概念啊，但愿我没记错啊。这刚才那个关于吴征先生那个2015年12是错的，2015年1月12号不是12月啊。那么时间我们都是错，有时候我会搞错，希望别介意这各位网友。那么当时刘志华先生是6月6号被双规的，我没有记错的话是个星期天或者星期六。就刘志华先生再有24小时或48小时已经被任命为北京市纪委书记，这是中央的反腐当中一个慎重的决策和部署。他文贵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不是关键的。因为文贵做什么事情就把刘志华先生抓起来吗？那是不可能的。就像今天我们要反腐一样，不会因为文贵你说啥，人家中央领导就去查去，或者说就是把那给归了，不可能，这不现实。我们只是提供了一个我们应有的手中的证据，可能会作为参考，也可能不会。所以呢，这个名不符，期不实。好，下一个呢是关于博讯的啊，这个问题呢，我要问一个网友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是代表国安来摧毁海外民运的吗？因为博讯支持民运，博讯的官司，你觉得你在美国能打赢吗？这个事情非常有意思啊，这个网友问的非常好，也很公正，您问的非常好。首先我想告诉您，博讯绝对不是支持民运的，他是民运的杀手啊，这是肯定的。这个从这个他无意间把温银超先生私自的播放了这个叫他去上网播放当时傅政华先生的那个视频，你就可以看出来他是不反傅政华的。而现在是借刀杀人，就把温银超先生给置入了死地，他的家人被抓，他本人也遭受这么大的挫折，他肯定不是支持民运的。如果支持他第一先生，第一时间他就应该他网上公开贴出来。而现在这个事情可以看得出来，傅政华先生跟他错综复杂的关系。因为今天第一集当中，刚才呢第一波没有播放的证据当中就有这一段，就是傅政华的老三谈到怎么攻击这个博讯，包括民进啊。他都很清楚，听话你就听话，不听话就采取措施，这是很事实的。温银超先生证明这一点，更重要的就是高瑜女士的这件事情，这个就绝对可以证明了，他是偷的录像，还拿着个相机，而且这个录像的结果是什么？把一个个人的谈话很卑鄙的传给了有关部门，这有关部门的人拿着这些东西直接捅到中央，所以中央领导真不知道这个事情，也不可能把这当事情。这个事实是很可怕的，对这个民运的打击，会对着异议人士和积极力量那是灭顶的打击。第三个，大家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这个铜锣湾事件发生以后啊，这个非常清楚的和当时高瑜事件它有个相辅相成，就民进承担了所谓的高瑜事件，置鸡蛋这块又抽脸又跺脚的，好像很后悔。博讯从来不站出说这实际上是我搞的事儿，而且迅速把博讯网和韦世先偷录的东西给删除，嫁祸了民进。可是铜锣湾事件也是这样，好像是铜锣湾的事情就是那几个人搞的，香港的几个书商搞的。谁写的这个书啊？是韦石老板，是希诺写的书。这个书当中写到我们习总书记，那100%都是假的呀！我不是拍习总追马屁，那100%是假的呀！这个写的这个东西是很可怕的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非常简单。就是说，这个博讯不是民运力量，是民运是卧底在西方的社会上对民运最大的一个敌对力量，而且非常之危险。我想问网友一个问题：博讯的钱哪来的？他怎么支持的？为什么博讯的员工们都在海外而不在美国？博讯为什么在海外有账号？为什么以上的事情发生没人说？包括这些有关的报道当中，为什么就没有人敢提出来这话？因为很简单。任何人敢说实话，你的网站就会被瘫痪掉，因为它是一个已经实实在在的，它是服务于这些人的一个打手，它是已经成了这样了，这是一个关键，这是一个事实。是把这个目标锁定到民进了啊，这几个问题呢跟民进有关系啊，民进是不是也是被吴征中共这个控制的媒体？你不怕民进出卖你？你有不有一天也会揭露民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这个你认识民进的什么人有人说
民进也是中共在海外的媒体，是江泽民、习近平的马仔，你怎么看？还最后一个跟这有关的问题是，你为什么会选择《世界日报》啊、美国之音啊？民进电视是个新媒体，才几天啊，你干嘛要盯着民进电视？好了，这3个问题我把它合一了。非常好，这问题让我很兴奋啊，我都觉得特别好，所以说我也很，现在这个很好，首先为啥选择明镜呢？因为第一条啊非常关键的，明镜的老板叫和平啊，和平先生啊和我之间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就是昨天晚上凌晨打电话替吴增说情的这位朋友，这个因为他打这个电话，我80%都把吴增的事情，包括涉及的个人隐私我都删掉了。这位朋友是我非常尊重的啊，也是和平先生的朋友。那么我通过这个朋友，我了解了很多和平先生的个人的事情，我很尊重他，包括这个和平先生过去所做的媒体，他真的是还是坚持了他的有的原则和理想，我对他个人是非常尊重的。他是一个有专业道德、有这个标准、有水平的一个个人媒体老板，这是一。第二个就是高瑜女士事件啊。这个我不一定同意高瑜女士所有的观点，但是这个事件我知道，事实上跟这个明镜登出的文件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和平先生却全部承担，一直努力为这个高瑜女士所呼吁，这让我很感动，很有人情啊。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呢，这个明镜有没有中共的背景，是不是江书记，还有谁这个老板背景，我真不知道啊。还有。明镜，我有一天我会不会爆明镜的料啊？如果明镜你是我们这些追求正义真反腐力量，如果你是我们的敌人，你像博讯一样收人家的钱，敲诈双方，然后呢在海外存有这个账号，你这个非法犯罪，你在美国干着这个非法的勾当，我一定会检举揭发的，那坚决的是。那么还有这个明镜这个节目呢，电视为啥要选择呢？还有，我希望我在推特上说很多遍了，我现在不但可以选择《世界日报》美国之音啊，我希望有机会在那块去做节目。我关键的问题是，明镜电视是一个新形式，明镜直播，就像今天这个节目一样，我相信明镜会有很大很大的压力。我过去24小时发生的事情，大家看到我从医院躺下，包括这个威胁，包括我的家人受到了威胁，包括这个我海外的公司的合伙人也受到了相关的威胁，包括一些个人的生命的安危，我相信明镜也有。但是我今天为啥在这种情况下还坐在这儿，还要去说这节目呢？我们有追求有理想，追求和理想是需要手段的。明镜电视不可逆转，不可删除。就像我那天跟博讯的韦师先生和希诺讲，我说你为什么要报道我都是假的？他说我没有啊，我采访你了，你的我都播了，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这个博讯采访我的一个语音不叫采访，我是在解释我和郑介甫还有谢建生这2个通缉犯不认识，我可以在网上挂出来，你看看他是不是全面播出了，他80%他都没有播。我提到了中央领导人，我提到了当时我跟谁的认识，我提到了我和郑介甫和谢建生根本不认识，和他为什么陷害于我，他全都没播，他只是掐头去尾的给播了。就像那天我跟他见面一样，他说这是全部视频播放，结果把吴增先生的给删掉了。他是一贯的作为，可明镜从来没这么做过。明镜第1集播的时候也遭受了巨大风险，直接就是播出来了，不可逆转。过后呢被攻击网站，你们也没有任何妥协，这是难能的可贵，不收黑钱，然后站在公正的立场，然后确确实实支持和像我这样的真反腐，确确实实是想干实事的人。这是这个明镜 TV 的老板和这个平台多年来建立的个人信用和职业道德，包括明镜电视这种新形式不可逆转、不可篡改这种形式，这让我来选择了明镜。事实上，如果其他媒体，如果你博讯能做到这一点，我去博讯呢，我可以到跟你博讯去播呀，没有问题的。这就像这一段时间，我一直说我想和韦世先生对话啊，从开始他说你不能来美国，从开始说这个你是通缉犯，到开始说这个我要见面，然后提出条件，然后最后在曼哈顿见面，然后要看着我的眼睛，然后要叫我拿护照，然后最后呢又从来不回答我对他的问题，只说我的问题，然后又要求在这个法拉盛这个喜来登酒店见面，然后在见面的前2分钟
他和辛东还说郭文贵你敢来吗？你是不是不来了？结果我来了，他俩也说不出什么来了，还是瞪眼说谎。那你如果你真想对话的话，咱就可以在你的平台上直接说话就行了。比如说明镜是和平先生、陈小平先生，你对我有意见，咱俩可以在这说话呀，咱们可以对话。就刚才你对我的问题很尖锐啊，很不礼貌啊，包括你这个对我刚才这问的尖端的问题和危险性的问题，我愿意回答呀。这是为什么选择明镜电视的原因。还有我觉得比较重要的网友们，你们问的问题，我特别愿意回答。但我希望你们不要忘了一个事实，郭文贵被查了2年了，如果有犯罪有事情早就完了，这是一个事实。第二个，我和明镜的合作，我跟和平先生跟他半点认识都没有。还有明镜背景是谁，他是什么老板，和他表达的在我这个节目当中的立场和观点没关系。还有博讯和明镜之间，他们之间所谓有什么竞争根本不存在，那你太看得起韦石和博讯了。这一点任何正常人都能看出来，他们不一样，完全不是一个层次。还有我觉得网友们要看到的事情，明镜爆出的新闻准确率是多高？过去的几届常委几乎99%都是正确的，而且很多政治观点它不是一个极端的在那吵啊骂呀造谣啊，它对国家的法治建设没有任何帮助，它很多方面是促进了国家的法治建设，这是事实，我不是拍明镜的马屁。郭文贵也没那么傻，这是我觉得网友应该判断是非和真假的一些观点。我特别愿意回答你们这样的问题，你可以继续问。好，这个下一个，刚才我们把博讯和明镜跳出去啊，关于这个另外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你认识令完成吗？明镜报道令完成已被抓回中国，但是呢，明镜又很快更正说他还在美国你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啊？这个事情对不起了，我这个就刚才说的，我都要挑战你们明镜了这个事情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就刚才看到吴增的这个我的语音通话当中，整个这个事情呢，是跟我有关系的。我是再说一遍，这个韦石先生一再说我是什么国安人，我要是国安的人，我就全家都不会被抓起来了，这是个基本的事实。第二个，我要是国安的人，美国的 FBI、CIA 这个跟我见面，第一句话就说，郭文贵先生，你要回答我一个问题，就现在你人身安全有没有需要我们帮助的？第二个问题，现在国安会不会把你给杀了？你担不担心？所以你要留在美国。这个我这都向北京的有关见面人都说了，如果我是国安的人 ，CIA、FBI 先把我给抓起来，他不会跑了我酒店去敲我的门，问我能不能见我，跟我的那个管警卫的保镖头见了面，在上楼上很客气的跟我见面，谈了2个小时吧。的一个 FBI 的一个 CIA 的一个这个领导。而且呢，很多人呢，我跟美国大使馆和美国当时的国务卿还有副国务卿都是很多年的朋友，是通过朋友联络完又见的我。当然了，这个我肯定不是国安的人，我是国安的人，国安不会抓我家人，国安我是美国也把我抓起来。那么反过来说了，博讯呢，大概应该要想到王成事件跟我为啥有关系呢？我是被胁迫的，我是在北京被监管那个企业。这个在那个VOA 电视上，张立凡先生讲了很准确的话，我们就是所谓的一个商业挂靠者。对不起，我喝口水。商业挂靠者就是所谓挂靠，就是让你拿点钱支持一些这个他们的这个海外经费，然后呢，人会相信我们吗？怎么会相信？只监督我们这些人，监管我们这些人，就这么简单的关系。但是被他给妖言惑众，又给说成了所谓的国安关系，那是不可能的。接下来我要说，那为啥这个王成跟我认识？我不认识，但是网上的很多王成的信息是国家有关机关在网上散布出来的。但是你们明镜报道出来的时候，报道出来以后，就说这个李万成已被带回国。我呢，这个在跟一个和平先生一个共同朋友当中呢，我说这是不对的，他没有回国这是错误的。这位先生呢，严格讲也把我给出卖了。我看他上洗手间然后呢，这个不到几个小时我就看到了明镜电视就播出来了，令完成没有回国当然你们可能多方面今天我在这儿澄清，对不起了明镜，所以那个事情是惊动很大的。事实上我当时是一个个人的谈话，我也希望大家能知道，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个令完成的事情当时是对我压力很大，
所有的中央领导就被博讯的报道和财新的报道说成我和令计划有关系，还有我根本没有什么盘古会，还捏出一盘古会来，这简直是笑话。那么说我和令完成有关系，说我和令计划有关系，这也是很自私的一面，我希望能澄清我跟他没关系。结果呢，这个事情说出了实话，明镜呢就播出来了。这个事情上是事实，帮了我，但对这件事情是不好的啊。好，你已经说完了。我们的观众现在下面一个好奇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个第3季啊，什么时候能够给大家奉献出来？你现在能给大家透露点信息？在这透露信息以前啊，我还想说，这个我看了一些这个网上的这个节目啊，这个特别是我们第1期出来以后，在国内的点击量呢，大概这是很权威的数字啊，超过4个亿的点击和转发，和看，这可能是前所未有，这个让我呢非常的珍惜这个机会，就是说这个东西它可以变成邪恶，它也可以变成正义，就是变成邪恶，就是说以一己之私去干这些事儿，可能是我的爆料的结果和知识反腐呢适得其反，会伤害很多无辜。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几个亿的这个点击量呢，证明了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啊，这个国家领导人的反腐呢，是受到了很多老百姓关注的，这是正确的。大家关心的是反腐，不是说你这个热闹的爆料。这个爆料的目的是反腐，这个爆料当中，这个要讲事实，要讲证据啊，而且呢要跟中央配合好，这是非常之关键的。所以说我们这个第2期这个之前，大家可以看到了网友上赶快报，一直吹，我可以理解这种心情，但是那种冲动或者博眼球的做法，或者能短视的做法，会失去了我们不管是几级它的本身的意义，而且呢会给这个反腐运动呢带来负面的作用，这是没有好处的。我们要根据什么来爆料呢？第3、第4、第5啊、第6和第1季啊，我们要根据着国家的反腐的行动的大趋势、大环境，然后呢根据我们掌握的证据。逐步的配合啊，是跟我们所有的网友们这个一起来配合，成为一个力量。比如说现在我说的我的 Twitter 才15000，虽然很传奇了，我希望我的 Twitter 能达到几十万、上百万。因为什么？比如说今天我们在这个明镜电视上直播不能说的话，我可以在 Twitter 上说，我们可以展示证据啊、语音呐、证据啊、录像啊、视频呐，大家知情者很多呀。就现在是我和你说话，那个里边大家都可以说话呀。说话的时候可以很快的找出事实，加以佐证，就不用办案人员、专案组去查去了。中央领导会看到这些，那一定会去查办的，这一点是绝对不用怀疑的。所以我说第3季的播出应该跟现在我们傅政华先生他的未来的去向有关系。还有我们在网上接下来会讨论的很多话题会有关系。还有我觉得2会过后啊，这个很多反腐的行动会展开，跟这个有关系。再一个，跟各位网友有素质、有层次、有能力、有见解的这种支持和观点有关系。我们不要在网上咱骂来骂去啊！这个不管是民运、意见分子、积极分子，我希望你们记住，对文贵来讲，我们大家都是一样人，就是干什么呢？咱们是真正的希望中国好，希望中国走向法治。我从来不谈民主自由这件事儿，我认为对中国它太奢华了，那是幻想。但是法治，我认为这是我的目标和目的。我希望大家一起在这个问题上达成统一，真正的是支持依法治国、依法反腐，这个不造谣啊、不诽谤啊，然后不在这个胡言秽语的，实在是不好。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所以我希望在第3集的时候呢，咱们这个节目在办的时候质量更高，然后呢网友参与度更强，然后确实能成为中央领导说，哎，郭文贵和明镜搞这个节目啊，他不是说是反国家的，他不是反党的。他没有那么多个人之私，是确确实实啊，是对国家的反腐应有帮助的。比如说刚才你提到的李元朝先生，是吧？我们可以把李元朝先生过去他有没有腐败的先生，我们可以讨论呐。讨论完以后，那不就有答案了吗？包括刚才说的贺国强先生，我们也可以讨论呐。实际网上一讨论，很多都可以出来。包括这个吴峥先生的这个昨天和前天，我跟那个韦世先生见面的时候，他掩盖吴峥这个词儿，结果他害了吴峥先生。因为网上很多网友给我发来了很多关于他个人的过去的信息，我真的是不知道的，包括有一些视频，我也很惊讶。
虽然我拿下去了，但是这些东西不是我的，那是网友给我提供的。所以说，如果我们真的能接下来能在这个第3季之前加大网友的沟通和网友提供更多的爆料，那让我们会走得更好、更高、更远，这有什么不可呢？这个我想的这个我们是应该到了这个真正的谢幕时间了今天我们从这个10点、11点、12点，现在快3个小时了我想在这个地方强调的一点是什么？就是说今天这个郭文贵先生呢今天讨论的观点都是他个人发表的一些看法代表他个人的观点。民进呢电视是一个中立的平台，我们希望呢今天郭文贵先生在这个节目中提到的一些人他们可以呢和提到一些事件，他们可以做出回应我们愿意给他们提供平台，让他们来反驳这个郭文贵先生以利于这个事件真相的这个澄清这是我们的一个愿望希望郭文贵先生也对此应该不会有意见，对吧？您说完我再说吧。对我基本上就是我这个话我已经说完了。对，就是我们会联系你提到的一些人，提到一些事，我们尽量的会请他们来到我们的民进电视，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我想请他们来这发表一些意见，然后呢，甚至于跟你就是对峙这样的。好的，小平先生，这个我非常欢迎任何人和我对峙，我说到的人。我也欢迎这人呢，可以这个通过民进电视，我们可以上民进电视进行公开的辩论这是越辩越明吧，事实越辩越明，对大家都有帮助。就像过去我说博讯一样，他都是一家之言。如果他让我们这个当事方都在一起说话沟通，就没有那么多事情发生了。你比如说这个当时他把我的这个电话当中都掐了，那你这个就不公平了。包括那个他报道什么那个叫通缉犯的郑介甫和什么谢建生，大家只要一查都知道。那如果让他俩上这个民进电视，你出示跟我怎么认识的，怎么认识的，那不都是假的吗？这是越辩越明嘛，越辩越真嘛。我欢迎民进电视的未来的魅力呢，就在于此。我也希望民进电视呢，永远扮演着这样的一个不可逆转的当事方都可以参与的公平的媒体平台。这是我们媒体的一个未来，就是让所有当事人参与。民进是个平台，公平公正，我完全欢迎，完全接受。那么说到这儿呢，你这个节目要结束了，是不是要结束了？小平先生这我还再说一个，就是我们刚才就是这个从我们可靠的信息来源得到一些这个贪腐集团组织的这个动用一切力量组织国内的人往这边翻墙来观看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但是呢。很幸运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既无技术故障我们也躲过了攻击，因此呢，我们的节目得以顺利的播送。那么我要在此呢谢谢网友的支持也要谢谢我们导播的辛勤的工作。然后说完这些话之后呢，那么我们就说我们的节目要结束了。那么呢，郭文贵先生，现在你可以再说了。好的，这个小平先生，我再次感谢明镜的这个承受的压力和明镜所有同仁的辛苦工作。还有小平先生的承受的压力，还有你辛勤的工作，这个我们看上去将近3个小时的直播，背后是明镜的所有同仁们的压力和工作，可能是很多个小时。那么我们要很多感谢呢，国内的翻墙的这些网友们。昨天有位领导给我打电话说，这个文贵你绝对不能播了以后的后果很严重。其中就说到，现在据了解已经超过600多万。这个翻墙的这个新网友们在看，如果是网友们你们能听到看到我今天在明镜的节目的时候呢，我想以下说几句话那么在明镜这个第2集结束之前，我想说的事情，这个咱们国家呢现在10几亿人口，有着特殊的这个历史，还有现在的特殊的政治形势。这个今天文贵在这块儿呢，这个直播呢。参与民镜的直播的目的，刚才我已经一再重复了。我希望像我这样的悲剧呢，不要在中国再发生，或者说是再有更多的发生。这是个悲剧，因为你们无法想象，今年3·8妇女节，我对我母亲和我妻子、我女儿，还有我那几个女员工们，被关了2年，还有我这哥哥们，还有我那侄女们，还有我们这特别像我们杨英副总。
还有像这个我的侄女们，都是孩子，都是1岁2岁，这在里面关了2年了，这种感受是很难受的。我作为一个男人，我们家里边我有哥8个兄弟啊，我是郭文贵，我的老弟不是韦氏所说叫郭文琪，我弟弟叫郭文斌，不再是那个，那完全是谎言。现在我8弟不在，我是最小的一个。我从小跟着我母亲、父亲长大，就是一个女人，我对母亲这个女人的这个感觉是无法形容的。所以38妇女节，今年的38节播这个节目是有意义的，因为我这样的事情的发生，最受打击的是家里边的母亲和妻子和女人，因为他们是弱势群体。那么我们今天反腐的初衷啊，就是让我这样的悲剧不要再发生。我也不希望我这些女员工们，还有我们的男员工们和我的家人们这样的悲剧再次的发生。然后呢，我觉得这个反腐呢，绝对不是这个中央3位书记能达到的。我一直认为全民反腐才能达到真正的反腐的目的。全民反腐我们不能激动，特别是啊，我们不能大吵大骂的，这个只是发牢骚骂。再一个不能言过其实，言过其实实际上就把这些领导的反腐啊，就是已经是变成另外一个感觉了，那就成了民粹主义了，那就搞暴乱了，搞运动了，不好。我们应该平心静气的看待问题，然后帮助这3位书记的反腐。说实话，办实事，依法反腐，依法在网上发言。这样的话，实际上让我们的这个力量会变得更大，而且一定会得到这个3位书记的支持的。这3位书记，我发自内心的我是尊敬他们的，因为我是被害者，我是个穷人家的孩子出身。我之所以这个多年来啊，这个我遭受了各种挫折。我从1989年我就被抓起来过，我被关了很长时间。我在里边被关的时候是戴着脚镣手铐，戴了8个月。我戴的是死刑镣砸在脚上的。我现在的脚脖子上留下的痕迹，无法哪天我可以展示展示，让我这么多年从来不敢光脚，因为那是死刑镣留下的这个痕迹。我手脖子上留下了死刑铐的结局，戴了8个月啊，这是1989年发生的事情。那么到了后来2003年，我又再一次的被双规，因为河南郑州王有杰书记的事件被中纪委双规，然后呢18天几乎要了我的命啊，这个感觉是很深的。后来又发生了刘志华的这个事件，几乎也灭了我的家族。接着这到了这个2013年开始啊，2014年又发生了李友的事件。大家可以看一看我的生命的轨迹，都是跟司法之间发生各种的事情，几乎每次都要灭我的家，灭我的命。而且在1999年那次事情当中呢，是警察开枪把我的弟弟18岁的弟弟当场给打死了。啊，我的弟弟当时被开枪打死以后呢，送到了当地的中原油田的这个一个医院，公安人员不让医院给我弟弟治疗，一直在流血。在这个24小时以后，我弟弟流血死亡。我被关了这个1年多，将近2年，从里边放出来，然后我到了这个火葬场，就抱着我弟弟的骨灰盒回到了我山东的老家。这是在中原油田发生的事情。从那一天呢，这个我发誓，就是我一定要为中国的这个依法治国这个去做我的努力。当然了，我要求做之前，我首先得让我强大，首先得让我成熟，我得有这个能力。所以我第一要赚钱，第二呢，让我自己成熟，多学习，多看书啊，多跟这个国际上的这个成熟的有法治的国家呢去学习去沟通，才有了我后来我的今天。那么这些行动已经证明了，我后来在刘志华事件当中，还有在这个中纪委2003年被双规当中，我严格的坚守了我公司对外的文化。那就是我企业一定是坚守法律的红线和道德的红线。如果任何人在任何国家，不管有没有法律系统，这个道德红线坑蒙拐骗、欺男霸女，那是一定会被天灭的。因为我是佛教徒，那一定会得报应的。法律红线就是不管这个法律成不成熟，我们得坚守法律红线。所以说，你看我这个被刘志华这个命令警察查了我也将近2年，我没有犯罪。啊，这个要不然我就被刘志华同志给弄死了，那不是他双规我就完了。然后他明确让我离开北京，滚出北京。当时说了，这地方哪是你玩的呀，奥运村，这9个大脑袋也不是哪个人都能玩的呀，也只能3个大脑袋玩，哪凉快去哪玩去。这刘志华先生的原话。我说您这不是流氓吗？说你见过这流氓吗？我说我今天我见了，这是我们俩对话。然后他说你在旁边找上几千亩地去，我批给你，把这地方我已经给我朋友了啊，跟你说实话。这个给我朋友了。我说那你这是强盗啊。说你见过这强盗吗？我说我今天见了。
我说刘副市长，如果您这样做的话，咱俩一定要有一个倒下的，不是你就是我。完我就离开了他办公室。他说你要是不是这个有关领导让你来，我一定让你出不了这个门。这我感触颇深，因为我有当年89年的那次的这种血的经历，弟弟的命给丢了。然后呢，我又是在里边待那么长时间，死刑撂脚铐被带8个月的感觉，你们是无法想象的。还有后来这个2003年又被双规，这2013年又出现了这个事件，这个感受是我的人生经历是难以想象的。后来从河南裕达建设，我投了3亿多美元，没人带给我钱。然后到北京的发展，后来我在海外做金融，我深深的知道了，在中国这个土地上，我们这种穷人家的孩子，事实上就是血统论啊！现在是深植于民心。原来我不懂，现在我懂了。就从这个胡淑丽女士的报道和博讯的报道，他们所有讲的是郭文贵是个穷光蛋，是个农民，所以说这种人是可以欺负的。为什么在中国像我们这种企业家和商人，说句难听的话，不就是认宰的羔羊吗？认宰的，我如果是有政治背景，或者说我有政治势力，能有这一系列的发展吗？原因很简单，没背景，我又有钱，赚了钱了，大家都追着你的钱来了，所以一回一回的都是因钱而生祸啊。所以说你看吴增先生这事儿也是他觉得你没有政治背景嘛，敲你钱就敲你钱了。这一系列的事情跟钱有关系，同时跟他没背景有关系。但最核心的原因是我们这个社会上没有法治，没有说话和说理的地方。如果中国有像明镜电视，像我这样人能站出来说话，可能我弟弟不需要流血死亡，我不需要被这中纪委双规18天把我打成那个样子，也不需要刘志华先生把我楼给收了，然后最后有还给我。如果刘志华先生对了，这楼不用还给我呀，对不对？然后像李友这事情，也不至于说李友都被抓了，我家人也被抓，不需要。所以说现在有关领导说文贵你不要说话，我非常的反感。你为啥不让我说话呢？我说错话我承担责任，我说错了你可以治我的罪。你们也查了也问了，我要讲话不就是我基本的一个公民权利吗？你不让讲话，那我永远是你们讲话，那还有真理吗？所以我想给这些网友说呢，大家不要激动，叫别人抓住你的把柄。你比如说咱现在有些人被抓起来了，就是因为你过激的行动和错误的行动被人家给抓住把柄。我们要保留和保持我们说话的权利和空间，我们要现实一点，先把这个眼前的事情做好，对我们理想和这个追求的目标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我这些年只用10%的时间去赚钱，我赚的钱非常的成功。我可以说我在海外，我现在我的基金里边控制几百亿美元，我已经不需要赚任何钱了。而且我的合伙人都是国家元首和国家这个级的基金，我也不需要赚钱了。我在这块光吃这个每年基金给我的钱我也花不完了，是不是？但是呢，我想说的，我一点安全感没有，我一点快乐都没有。我现在我在这个推特里面找到了快乐，我找到了温暖，我找到了安全，因为我能说出我的心里话来，因为我不敢想象我过去的经历。就像我每次我在我的飞机上，我花了1亿多美元买了一架飞机，可我在飞机上我害怕。为什么害怕？我就害怕有一天我再回到那种看守所打上死刑撂死刑铐的感觉，我害怕有人暗杀我，我这是发自内心的，不是不害怕，我只能去面对，敢于面对，不是不害怕。我担心像刘志华事件一夜之间宣布这东西都是他女朋友的了，我担心的是像李友这事件，一句话就把你东西给你没收了，你家人就给你抓了，是因为害怕，因为我的恐惧告诉我不能恐惧，不能害怕，因为我的恐惧害怕就是敌人的工具，制约我们的手段。我希望我的恐惧和害怕能让我坚强，这是为什么我站出来要说话呢？我希望我的说话和我今天的站出来，战胜了恐惧，战胜了害怕，然后呢，有利于真正的依法反腐，有利于国家的反腐，这是有帮助的。最起码我们上次节目播出以后，很多人发出的声音和语言，还有这个推上给我讲的话，让我很感动的，很有水平。我们不要搞这个民粹主义，我们不要以暴制暴，我们应该以最平和的心情来面对着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做出有利的事情，而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所以说今天的这个第2集的播出，我发自内心的能希望所有的当事人和我这个事情有关的人能看到文贵的诚心。我没有任何这个要反哪个人，和反这个组织，反这个党，反这个国家。我真心的希望通过我说的话，我的事实
能有利于国家的依法治国的推进和进步。刚才我说了，就我小的时候受的这种打击和待遇，那是无法想象的。我这个很多人最近找我，希望把我我的成长的过程，我弟弟为什么死亡，然后呢，我又如何从河南裕达3亿多美元建了裕达国贸，如何在国际上发展，然后又如何也建了北京盘古和政权，如何又是这个搞了这个民族证券。我非常的，原来我是低调的，我不希望任何人问这个话题，我想这个潜藏在社会下好好做我的理想的事情。现在我已经被迫现在站出来这个公众面前了，那我愿意负责任的把我的历史和经历希望能讲出来，事实讲出来，有利于大家了解这个中国的过去几十年来的法治环境，还有特别是现在在国内的企业家，说白了，国营企业和私人企业现在已经到了一个私人企业很难生存的程度了。我就是最好的例子。我刚才说了，没有贷款，没有人支持，即使在河南这地方，我做了这么大贡献，现在我们公司里边被政府2级政府多次下文，任何官员不允许到我们的去消费。北京盘古是多年来不允许官员去消费，这是不公平的，这是没有法律的。不是因为我们贵，我们有便宜的呀。那为什么是对私营企业的打击？这也是这是一种不守法的行为。包括就是我家人现在还在里面关着，还被抓，我的同事还被关，还被抓，这些事情，这都是无法想象的。这是为什么我必须要不顾一切代价不惜一切代价要站出来。我真心的希望咱们的网友们，还有这个今天所有的咱们海外的媒体，能给文贵一个公平的讲真话的机会。我也希望你们监督我、批评我，让我在这个我追求我的理想，这个中国依法治国的这个最高目标的这个路上，让我走得更稳一些。希望我能成功，因为我认为这是对大家的帮助。我的人生经历已经有资格、有能力来做这件事情，而且这是我未来的人生，我所有的目标。因为我不需要再去赚钱了，我更不会图名。那政治上更不用说，你让我当官，我宁可自杀。我就是一个目标，希望我的家人的死亡、家人多年来的恐惧和家人的这个现在的失去的自由和我所经历的事情，能告诉中国人，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依法治国。没有这个基本的社会的原则，我们大家都会没有未来，很危险很可怕。这是我发自内心的。这是为什么今天在明镜电视，我对着大家说，我很兴奋。我就是想把这些真实的故事，我所经历的事情告诉大家。我希望未来就是你们加入郭文贵的 Twitter， 这个咱们在 Twitter 上多多交流，然后在第3集的时候，我们能讲出更多的事实上的证据，而不是真正的说有些网友说你爆料吧，不要这样的怂恿我，那样我会把我毁了，也把大家都毁了。我们还是最终要结果。这是我今天所有的爆料当中，我发自内心想要讲的。希望我的今天和说的话能给网友呢，能让你们满意。今天我很抱歉，因为本来大家可能期待比较高，关于傅政华的，关于什么爆料，因为大家讲了，看结果，今天的不爆料，恰恰是今天最有价值的地方。如果允许爆料了，那恰恰的那就是可能是事情不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包括刚才明镜电视这个没被攻，大家应该悟到了什么？一定要支持国家的依法反腐，支持习书记、王书记、孟书记的反腐。只要我们冷静，只要我们不走极端，一定会实现我们的目的，而不是一己之私。明镜今天能顺利直播，这就是我们的成果。我希望这件事情在大家的努力下，还能平稳的进行下去。我再一次在这儿说，今天是3·8妇女节，因为我一说的比较激动抱歉。这个我希望所有天下的女人和母亲们和女儿们、妻子们、姐妹们，你们3·8节快乐。我在我人生当中，我最尊敬的是女性，因为不论男的和女的都是来自于女性的身体。还有一个，郭文贵想当个好男人，其中一条，我认为对我家的女性的回报，对我的员工的回报，就是寻找回我们的正义。不管任何事情发生，只要文贵活着，一定要找回到属于你们的公平和正义。好。
好，谢谢小平先生。我也谢谢文贵先生最后这个陈述啊。这个我上次听到你陈述讲人的尊严的时候，我说你把我说的激动了。后来有网友批评我这陈小平瞎激动。那么我今天我就不激动了。也借这个机会啊，就是因为38妇女节，我们今天我没有向大家女性表示38妇女节快乐啊，我也向大家所有的女性表示一下啊，38节快乐这个良好的祝愿啊，也谢谢大家啊。今天这个3个小时这么长时间以内，我们的网友啊从头到尾跟着我们看完我们这个节目，也感谢我们的员工啊，为了这个节目啊，我们准备了很长时间。那么今天我们终于就是虽然有一些也有不满意的地方，但是我们还是比较完整的呈现了给大家啊。我们希望我们有机会下一次啊，把这个第3季做得更好。谢谢小平先生，希望我们的第三集啊，不是第3季啊，咱分集，这是1季的第3集当中，我希望能看到我们期盼的很多的事情有了积极的进步，有了这个非常好的结果，然后再走向我们下一个目标。我深信一定会的，咱们拭目以待。再一次的感谢网友们，昨天我在病倒之后呢，对我的关心让我特别的感动，所以这是我今天能站在这讲3个小时的动力。我也特别感谢昨天晚上北京各级领导给我打电话当中说的让我一些很感动的话，这个对我的认可和对我们明镜电视第1集播出的一些积极的评价，这让文贵是很感动的。我一定会和明镜电视会推进中国的依法反腐、依法治国，我尽一切力量啊！这个即使牺牲生命在所不辞。我也非常感谢有关领导对我的提醒啊和批评，我也特别感谢对网友们在给我纠正的错别字，我尽量改啊，尽量改。再次的感谢明镜电视对我的支持和信任和你们承担的压力。好啊，我们准备再见啊，各位网友，郭先生准备再见。好，谢谢。